想不通，实在想不通。不就是泡了个温泉，念了一句李白的神女莫幽静，汤池流大川，怎么就穿越了？老李啊，你可是诗仙，不是神仙，快把我送回去，我要回到红旗下。妈的操！马德草？可大岩村没有姓马的呀。都怪朝廷，害得哥哥人都疯了。没错，都怪朝廷。确切的来说，都怪老朱啊。老朱发布科举诏书，大张旗鼓招揽天下人才。原主中了举，下一步便是进京会试。只要再进一步，我就能踏入大明官场。朝廷有旨，今各处科举暂停罢考。路费花了，东西买了，客栈租了。老朱现在告诉我不考了，都回去吧。别人中举光宗耀祖，顾正臣中举直接破产。这不是梦，是困苦冰冷的现实。这里是洪武朝，一个即将掀起无数腥风血雨的时代。这可不是一个好混的王朝啊！你别过来！小娘子，只要你按个手印儿，你就是我家丫鬟，你哥哥欠下的债一笔勾销。你休想！你娘昨日去了赵家，在大门外跪了2个时辰，赵家连门都没开。整个藤县没人会借给你家6贯钱，你身为女儿，不该替你娘分忧吗？跟了我，至少能吃饱饭。你若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还能给你哥哥2亩地。把我家的10亩地还来，我就按手印，跟你签下卖身契，你们家的债一笔勾销。这道手印，你今天不按也得按。王秀才，你想要买我妹妹，问过我这个当哥哥的没有？哥哥，一无作价几何，二无清债说辞，三无中人作保，四无金青作押。王秀才，你这卖身契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兴许是出门是拿错了。呸！你欠我家钱不还，要你妹又如何？你要一个试试？依朝廷律令，若世豪之人不告官司，以私债强夺妻女产业者，杖80。要不要我们去衙门里问问县太爷，这80大棍是打你身上，还是打我身上？你欠钱不还，还有理了不成？我要让你坐牢，让你全家都坐牢。恐怕让你失望了。依律令，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，5贯以上为3月吃食。王秀才，欠你家的钱财，不说还有7日尾期，即便我违约3个月，到7月份不还，官差最多也是打我10棍子，何来坐牢一说？好一口伶牙俐齿，顾举人不同凡响啊！爹，白痴，连一点小事都错漏百出，给我滚回家去！哼，律法护得了你今日，护不了你7日之后。顾举人借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律令虽有法度，却也不能取代邻里民约。7日，你只有7天时间还不了债，那就委屈下举人老爷，垫入我家做工还债，如何？没问题，6贯钱我还。今日这笔账我也记下了。好，很好，我们走。再敢如此胡来，就打断你的腿。哥哥，你的病好了？娘去了哪里？去借钱了。至于去了哪里，娘亲没说。6贯钱不是小数，普通5口之家1年的花销也不过如此。如今所有人都认定顾家再无翻身之日，拆不了东墙，也补不了西墙，想脱离困境，只能赚钱。好，哥哥等我下。你跟我入城一趟。哥哥，这是娘给我的。洪武东宝，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，带回后世能发家致富。不过现在是洪武年，算了，竟是折2钱。这就是咱家崛起的原始资本，看着吧，哥会将那些欺负了我们的都踩在脚下。我们不要做洪武朝的蝼蚁，我们要做洪武朝的猛兽。顾氏跪在赵家门外2天了吧，连门都不让进。呸！什么亲家？亲家还谈不上吧？那顾正臣只是与赵家3小姐立下婚约，还没成亲呢。难道赵家还敢悔婚不成？悔婚又如何？
听闻顾家那位举人已经傻了。哥哥，娘亲在赵家。妹妹，你听过这首诗没有？为人切莫用其心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若还作恶无报应，天下凶徒人吃人。顾氏，回去吧，莫要惹人看笑话。还请管家转告赵家老爷，看在郑真与三小姐立有婚约的份上，帮衬顾家一把。朝廷取消科举，顾正臣没办法当干人了。你家拿什么配我家三小姐？赵家不会给你们1文钱，趁早滚开，别逼我动手！来人，给我嫁出去，丢得远远的！呸！什么东西？娘！是谁杀我？顾正臣，陈哥，顾正臣，什么东西？不知尊卑，也敢直呼我名字？我是朝廷举人，又与你家三小姐立下婚约，是赵家未来的姑爷。一个下人也敢直呼我的名字，今日这3个巴掌赏你，长长记性。现在打开大门，迎我们进去。娘，我们进去，把事情做个了断。没有家主许可，你们进去就是擅闯民宅。姑爷家人大白天登门，算哪门子的擅闯？顾举人真打进去了，赵家欺负孤儿寡母，活该！老爷，顾家人来了！顾家人来了！若被人知道一女二配，管家还不得打杀我这婆子？去屏风后躲着。来的正好。赵顺，去支取6贯钱来。钱可以拿走，作为交换，顾举人主动废掉与雅儿的婚书。赵老爷，婚书已经立了，这怎么能？婚书已立，哪一方先悔，哪一方便要支50。赵家不是在救顾家，是想用6贯钱让我替他们挨这50下。这6贯钱算我顾家借的，钱给你。顾正臣，你给我站住！雅儿，回去。你不愿悔婚，不就是嫌6贯钱太少？8贯、10贯、15贯，你要多少才肯？你们把我母亲拒之门外，让她跪了2日。不是拿不出钱，是等着顾家走投无路主动退婚。赵家恐怕早就找好了下一家吧。你莫要胡说，只要你肯废掉婚书，我让爹爹给你10贯钱。娘，把婚书给我。陈哥，你可要想清楚。顾正臣，科举取消了，你就是个永无出头之日的穷酸举人，凭什么配我？主动悔婚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记住了，不是你赵家悔婚，而是我顾正臣不要你了，我宁愿受吃50，也不要你。这个结果，赵家主满意吧？这门亲事不断，日后顾家翻身，反倒是个拖累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现在的顾家已经到了绝境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估计要去黄觉寺讨个破碗要饭了。曾经的顾正臣，除了看书写字，连个锄头都没摸过。顾琼，穷你妹呀！我不要顾琼，我要钱。孙家做药铺，好有年份的药材，这个搞不定。刘家有300亩地，好女色，这个也搞不定。这个，我呸，搞不定，坚决搞不定。万恶的顾正臣，你不要肮脏了我的灵魂。我很纯洁，我还想努力。良家好戏，老戏吃一个吗？咱虽不会唱戏，可没少听。戏痴之人，谁不爱白蛇传？
问郎君家住在哪里？改日登门叩谢意。不对，再来。韩家住在哪？请拨门外，前往此般般消息。些小之事，何足盖意？怎敢老于地方寒微？哥，吃饭了。哥，顾正臣。成不成就看你了。娘，家里的事交给我就是了。最近这几日你们不要出门。陈哥儿，多吃点儿。娘，听说城里的孙裁缝视田如命，是真的？这倒是真的。缘何问这个？是真的就好办。这个时候还没有白糖吧？白糖是什么？糖哪有白色的？只有黑糖、红糖。嘉靖以前事无白糖，细纹只能救急，白糖才是长久买卖。还请将此转交给梁家老人。没好处吗？在下大岩村举人顾正臣。顾正臣，顾举人稍后，我们这就去送。顾正臣打了赵家管家，公然悔婚，今天倒敢跑到我家来了。县衙至今没有处置他，看来县太爷不想管。他应是投父亲所好而来。往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才华，别是来自取其辱。怎了？最爱西湖二月天，斜风细雨送游船，十事休来同船渡，百事休来共枕眠。这戏词倒像是在写你我。没了，后面呢？应该还在顾举人手里。哪有写到这种地方停下的？你亲自去请。这《白蛇传》，我要定了。在下梁凤阳，家父有请。成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顾正臣将一步步拿回顾家失去的一切。咦，你就是顾举人？正是。你写的？后面的故事在哪里？你倒是不客气。梁老问的是戏，又不是礼数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钱。你可是读书人，如此直接谈钱，是不是有失身份？相比起失了身份，我更不想失去亲人。君子固穷守节没错，但至少也应该保证有饭吃吧。连生理需求都没解决，就妄谈第五需求，是不是太白痴了？生理需求、第五需求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人的需求分为5等，如5层塔。第一层是生理需求，有饭吃有衣穿；第2层是安全，安全如何解释？就是能一直有饭吃，一直有衣穿；第3层是交朋友，第4层是受人敬重，第5层是光宗耀祖。听起来简单，却把人心说得明白。细文桌价几何？5贯。没错。准。梁老，你就不能还个价？500文。告辞。等等，1贯足够多了吧？2贯，少1文，我就让这《白蛇传》永不见天日。至于后面法海如何收拾白蛇，又如何留下水漫金山、雷峰塔倒的咒语，你是看不到了。拿钱给他。2贯铜钱，1文不少。梁老，后面的细文，余下的写完之后自会送来。你方才那5层塔从何处学来？懂人心世故，知进退分寸，不是个书呆子。他方才说漏了一个马字。下人曾听顾举人跳湖时大喊过马德草。马德草，查一查。鱼，娘，你看，哥哥带来了一条大鱼。娘，把鱼放盆里去。呀，这是糖，娘，哥哥还买了糖。娘，可甜了，你尝尝。馋丫头，先把手擦干净。
买这么多糖做什么？娘，孩儿写了点文章，在城里换了点钱，今儿咱家就好好吃一顿。娘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下午我们熬糖，先把鱼杀了吧。哥哥，我们买这么多糖做什么？卖啊！啊，买来的糖再拿出去卖，可咱家又没店铺，卖给谁啊？可有官差来咱们家？没有。赵家将悔婚之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县衙不可能没有听说。是谁替我挡下了50小棍？算了，先把白糖做出来，继续扇。哥哥，这是黑糖，当真能熬成白糖吗？能。要熬到什么时候？水花变成细珠，再试粘度。可以了。哥哥，好像没成，还是黄黑色的。这才是第一步，哪里那么快？哥哥，现在做什么？等它凝成糖膏。哥哥给你讲讲糖的历史。《诗经·大雅》云：“周原养眼，菌挞如饴。”饴是什么？麦芽糖，甘之如饴。饴说的就是它。饴。唐朝以前，甘蔗多是直接吃或榨汁喝，后来西域僧人传授制糖之法，才有了蔗糖。那白糖呢？今夜之后，你便知道了。等等，你该不会是将黄米水倒到糖膏里去吧？没错。这怎么行？倒进去岂不是所有糖膏都废了？这可是5斤黑糖熬出来的。孩子听话，咱们不倒黄米水。娘，你要相信儿子。青青，你信不信哥哥？哥哥，娘说的对，糖里面加了黄米水就吃不得了。娘，让儿试试。罢了，娘虽不知道你哪里来的法子，但你想试，娘就试试吧。等着吧。青青，青青，快点来看看！甜的，娘，这是白糖，真的制出白糖了！白糖，白糖哥哥成了！不信哥哥，白糖没你的份儿。不要，我做主。不要。8两，1斤4两。 5斤黑糖怎么只剩2斤多？杂质和糖泥都被滤出去了，纯白糖虽少，却比黑糖值钱的多。陈哥儿，这到底是什么法子？娘，先将糖刮出来，今日继续熬。哥哥，这次真要卖了？嗯。卖给谁？有钱人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三儿的虎并头连。西湖今夜春如海，愿自鸳鸯不言闲。好戏，今日叨扰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县太爷慢走。老爷，打听到了，顾举人已经入城，去了孙财主家。顾正臣，梁老差人寻顾举人，所谓何事？梁某与顾举人算是忘年交，喊来听一出戏，解解闷。告辞。前几日顾举人主动悔婚，闹得满城皆知。徐教育竟亲自到县衙为他说情。徐教育爱财也就罢了，梁老为何也如此看重他？听说没有？顾举人又去借钱了。这次冤大头是孙财主。孙财主吝啬，没好处的事断不会做。他还真是病急乱投米。是啊，后日王家就要登门讨债，顾举人若拿不出6贯钱，就要垫入王家。6贯钱难啊！咱出一天力气不过20文，他一个瘦弱书生，又如何弄来这么大一笔钱？
你是尾行痴汉吧？顾举人是吧？看样子没借到钱。这位兄台，在谈话之前，先介绍自己更符合礼仪吧。在下李善美。李善美，这名字怎么听着也不像真的。顾举人在想何事？在想李兄跟了我一路，脚力倒是不错。朝廷突然取消科举，确实让无数读书人措手不及。像你这般因进京赶考落得家境困顿的，想来也不止一个。就事论事，朝廷在这件事上确实考虑不周。取消科举的是老朱，你说老朱考虑不周，就不怕这话传到金陵，老朱把你全家都考虑周全了？坊间说顾举人受赵家奸薄，不得不主动悔婚赵家，是否为真？是我主动悔婚。也是，赵家强势，定是逼迫你，让你一口咬定主动悔婚。我都说是主动的了，你还非要脑补我被人逼迫。李兄跟我一路，该不会只是问这等小事吧？若拿不出6贯钱，你便要垫入王家做工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你打算借钱给我？走了，没事别学人玩猥亵。这个顾正琛绝不是什么迂腐书生。徐教具阅人无数，说此人是难得之才。徐教具此前未必看中他。科举取消，大喜大悲之后，他反倒变得内敛沉稳，身上隐隐有了锋芒。宪总说的是，宪总还在想顾举人。我总感觉这顾正琛有些奇怪。奇怪？没错，他表现得太平静了。或许是无法改变，只能低头认命。你是尾行痴汉吗？一个到了这种时候还能拿自己开玩笑的人，不会认命。大岩村怕是有一场热闹，师爷可有兴致？老爷，顾举人被孙家赶了出来。好，哈哈，上酒！今日我要痛饮几杯。给县城金大旗送去。停戏。顾正琛，你等着瞧！陈哥，青青不想哥哥垫入王家。小姐，我听说顾正琛跳的就是这个湖，一个疯傻之人，犯不着为他伤神。我不要你了。王家的，你看，今儿是王家讨债的日子，顾举人若还不上债，便要垫入王家。顾正琛，我要亲眼看着你身败名裂，跪地求饶！大岩村32户人家，没一个富裕的。昨夜大家商议了半宿，凑出1两1箱15文，你拿去求王老爷宽限些时日。这笔钱我不能拿，娃儿啊，可不敢做佃户啊。那我就谢过大家了。让开！别人穿越不是当皇帝就是做将军，我倒好，直接穿成了一个穷酸举人不说，还他妈欠了一屁股债。让开！顾举人，可把钱准备好了？哎呀呀，这就是顾举人准备好的钱吗？貌似不多啊。这个王秀才德行不修啊！王家是否与前任知县存在某种交易，已无从调查。不过，只从王成成的作为来看，此人德行确实不。王秀才，狠狠欺负他，让他给你们当牛做马。我让你捡钱了吗？陈哥，王家老爷，再给宽限些日子吧。严老人，这里没你的事，我奉劝你莫要多嘴，招来祸端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将脚拿开。拿开？你让拿开就拿开，我是不是太没面子了？求我，大声求我！除了皇帝，没有谁能随随便便踩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顾举人，你好狠的手段！王富贵，你儿子踩我时，为何不见你喊一句好狠的手段？我可是受害者，所有人都可以为我作证，是你儿子先动脚的。父亲，还不把他抓起来送官？他手持斧头，预谋杀人。按大明律令，凡谋杀人，造诣者斩。可问题是，儿子你还活着呢。
顾正臣和你之间不算什么杀人，顶多是斗殴。凡斗殴即以他物殴人，成伤者吃40，送到知县那里，儿子你也逃不过40小棍。我打算一会儿上山砍柴，随身带了把斧头，很合理吧？合理你妹呀！都说8月柴，现在是4月下旬，林木正茂，砍哪门子柴去？顾举人，你我有7日之约，若今日无法清债，那就按约定垫入我家，做工还债。容我将铜钱捡起来，点数清楚。顾正臣，你想拖延时间不成？闭嘴！此人熟悉朝廷律令，手段凌厉，却能把握分寸，做事沉稳冷静，是一块当官的料。这里是1贯1钱15文，只这些怕是不够吧？怎么只有这一点？顾正臣，等你垫入我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等我回房间取钱。父亲，他一定是故弄玄虚，拖延时间。顾正臣，再拖延，你也不可能拿出钱来。趁早认命，垫入我家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在这里候着，看看顾举人如何拿出钱来。他定是拿不出钱财，故意拖延时间罢了。说不得他知事无转机，此时正准备悬梁呢。小姐，你听，那不就是踢倒板凳的声音？这里有4贯8钱85文和这里的1贯1钱15文，总计6贯钱。你确定里面装着的是铜钱，不是石头？从现在起，顾家与王家的债两清了。账房。果然如此。果然如此。县尊，前日3里亭时，我就感觉这顾正臣过于平静，若非认命，便是有所倚仗。如今看来，他早就借到了钱。可谁会借钱给他？孙财主可是将他轰出家门，县尊也是亲眼所见。这你亲眼所见，就一定为真吗？可恶的家伙，连我都被他骗了。2个包裹合起来，整6贯钱。这一次危机解除了，那下一次呢？自己只是一个举人，不是官员，能踩死顾家的脚有无数双。何况顾家已经彻底得罪了王家、赵家，顾家不想被他们报复，踩在脚下一点点碾死。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仕途。我顾正臣宁愿乘风破浪，弄潮而立，也不愿苟在原地，任人欺凌。从现在起，顾家与王家的债两清了。顾举人，6贯钱貌似不够吧？王家老爷先前欠下的已用黄牛耕地抵去，只剩6贯没有偿清。如今6贯已经凑齐，如何不够？借钱不用还利的吗？借钱时你可没说取利一事，为何今日又提？自古放钱债，哪有不取利的？哼！账房，算账。顾家去年腊月借贷40贯，月取3分。至3月下旬3个月利钱共3贯600文，此后1个月以6贯本金再取利益80文，总计9贯780文，扣除今日6贯，尚欠3贯780文。怎么会这样？月利3分，换成后世的算法，年利就是36%。王家没有利滚利，账面挑不出错。看来在大明借钱果然是个坑。王家好手段，事情做绝，账面却挑不出半点错处。这下顾举人要吃大亏。就这样将他彻底打死，等他垫入王家，一辈子都别想再直起腰做人。顾正臣，你不是说要陪我玩吗？结果又如何？还不是输个精光？等你垫入我家，我会让你像狗一样匍匐在我面前。既然无法清债，那就委屈顾举人了。来人，把电器拿出来。顾举人，白纸黑字都在这儿，按账面6贯不够填账，今日若清不了余数，你顾正臣就得照约垫入我王家。到时候可别跪得太慢。王财主，这张电器你怕是用不上。王老爷好大的威风啊！为了几贯钱，如此逼迫朝廷举人，就不怕招来麻烦？顾举人，老太爷邀你数次不得，今日特遣我亲自来请。梁老爷，这一定是顾举人的令堂吧？梁某无拜帖而仓促登门，是为失礼。
还不把手信拿出来？9贯780文。看来梁兄早就看穿了一切。不尽然，至少父亲没看穿你是用了什么手段从孙老鸨手中拿走一笔钱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不过是个没了官运的穷举人，梁家为何愿意拿出这么多钱帮他？难道我真的错了？梁凤阳竟亲自送钱，顾正氏与梁家的关系远比我想象中密切。梁老爷这是在针对王家吗？王老爷说笑，登门带点手信总归是习俗，梁家遵习俗办事，又怎么是针对王家的？全当我借的，不日奉还。如此，债务是否两清？好，很好。从今日起，顾家与王家债务两清。只不过顾正臣，我们的事结束了，但你的事还没完。金县城8品县城，顾举人按朝廷律令，主动毁弃婚约，吃50。知50。现在我一律惩罚，还请理解。找一条长凳，将他按下。我已经压下悔婚之事，金大车竟还敢来，可众目睽睽，我也不好直接出面说情。顾正臣，你也有今日。等一下，有什么话打完再说也不迟。若是赎刑呢？你要赎刑？没错。明律准以财赎刑，吃50需要赎铜3贯500文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真挨上50下，我至少要在床上趴1个月。既如此，那就免了。顾举人，我等身不由己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宽谅，告辞。这个收钱不办事的东西，我们走。王老爷，我们的事还没结束，就这样走回去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顾正臣，你想做甚？我要拿回顾家失去的一切。这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顾正臣吗？原来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堪。当初你们拉走了顾家的老黄牛，又逼着我们抵卖了10亩田，现在我要收回来。你凭什么收回去？王老爷，你难道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宁欺白须公，莫欺少年穷？欺你又如何？你没这个资格。有没有资格暂且不论，我倒想看看顾举人如何从我手中拿回你家的黄牛与10亩田。让一让，别踩我的脚。孙财主，顾举人，你可真狠心啊！孙老爷，哟，王老爷也在啊。5里路，我一步步走过来了，你说的话可还作数？自然作数。原来即便梁家不来，他也早已留好了另一条后路。王老爷，把顾家的黄牛田契归还吧，多少钱一律由孙家支给。你们黄牛10亩地的提契，今日我就要拿回来。顾举人的事儿就是孙家的事。王老爷，还请安排人带来田契，顺便把牛也牵回来吧。先是梁家主动送钱，现在又是孙家有求于他，这个顾正神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被我舍弃的，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穷举人吗？或许真正做错的人是我。张芳，回去一趟，取田契，把牛牵回来。正臣，娘，儿子看过地里，麦子快熟了，今年就由我来磨镰刀吧。这是，此物为白糖，是顾举人所制。白糖，顾小兄弟，白糖生意算梁家一份，多少钱你开，梁家绝不二话。后世早已实现了白糖自由，自然没人把它当成稀罕货。可在大明，这是从未出现过的白糖，物以稀为贵，这门生意想不赚钱都难。白糖一旦打开局面，说不得真会送到老朱的饭桌上。这笔买卖如何做，你们两家商议，我不参与。等你们商议好之后，我可以把制造白糖的法子交出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只有一个？我希望大岩村成为你们的白糖作坊。孙家有钱，可以大力收购黑糖，打造作坊，寻找店铺。
梁家有事，可以疏通关系，打通各地关节，摆平地方麻烦。顾小兄弟，白糖售卖所得利，你取3成如何？若我在这笔生意中抽成，那4成不能再多了。两位比郑杰大，是郑杰的兄长，我就直说了。请说。梁兄、孙兄，我顾正根志不在商，而在仕途。咱们大明开国皇帝起于危寒，深知官吏贪腐之害，视贪官污吏为洪水野兽，不除不快。若我在这笔生意中抽成，他日为朝廷所知，岂不是贪腐之明证？这与杀我有何区别？顾举人这一份，我们不走账目，不留文字，绝不会泄露出去。制白糖手艺乃是顾兄弟所出，理当抽出一份。为保安全，我们每个月从账外划拨，不存痕迹，定会万无一失。不必了，我的那一份就留给大岩村的村民吧。日后白糖买卖有了利，离算清楚，这里的村民拿多少合适，抽出半成，分摊在这些村民身上。半成，这也太少了吧？既如此，那就按顾兄弟说的办吧。下午我们2家会差人各送来20贯钱，全当买下制白糖手艺。这些钱，顾兄弟务必收下。买下手艺可不是贪污，即使是朝廷追查，断不会有事。何况这门手艺是兴民利民，非是害民，更谈不上枉法。再说，顾举人此时尚未进入仕途，非是在任上收取，如何都归不到贪污一项上去。赵家逼着顾举人毁弃婚书，不知此时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。可惜我膝下无女，否则定许配给你。对了，顾举人身边没可用人手，是否买几个一男一女使唤？一男一女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朝廷举人，并非庶民，自可收买奴婢，不在禁令之内。只是朝廷又规定，仅有公之臣方可享有奴婢。为了省去麻烦，还是以一男一女的名义为好。顾家只有你一个男丁，总不能事事亲行，或劳累顾婶儿、顾妹子吧？收买1、2奴婢，身边也好有个随从听差，传报消息，购置货物，看家守业。从何处可得一男一女？举人老爷，今日就有劳梁管家了。嘿嘿，这是我应做的，只是不知举人老爷打算买入几伴一男一女，只一男即可。一男怕是不够用，1人足矣。举人老爷对一男有何准格？比如年岁、所长、容貌，能不能找到一个知人情往来、善打交道、见过世面之人？就是买个管家。这，我去找人打听打听。举人老爷，找到了，人呢？让他进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爷，我名薛成，藤县南阳河人。少时曾随父亲经商，做丝绸买卖，走过大都，下过杭州。元末明初时，爹娘为元军所杀，我与妻子相依为命。如今我妻子病弱在床，我却拿不出分文抓药疗养，故此恳求老爷收下我，只求老爷救救我的妻子。我薛成愿肝脑涂地，以命相报。你妻子得的是什么病？前日，妻子为赶一匹布，劳累过度，致使小产，亏血过度。一旦卖身，你将一辈子服侍顾家，任打任罚，永不得盘主。你可想清楚了？15贯钱，我这辈子跟你。你且在这里候着。此人难得，也是举人老爷运气好。烦请梁管家再去调查一下他的过去，最好是找县衙的人问问。举人老爷，薛成身世清白，没进过衙门，只有一个妻子相依为命。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要么拿这2贯钱回家，全当我怜悯于你，无需归还；要么拿15贯钱跟我一辈子。你想清楚再决定。举人老爷，我薛成愿跟在你身边伺候一辈子。起来吧，你妻子的事情处理好后就去我家吧。这是我的人，可不能让梁家破费。举人老爷，我若是拿钱回去，老太爷老爷不得抽我？孙铁匠，孙铁匠，菜刀30文，剪刀20文，斧头可否帮我打造3把长镰刀片？怎样的长镰刀片？4指宽，2尺5寸长
单面开刃。这有何用？收麦子，能不能打？略子，北方收麦子的神器，宋代山西已有，此时却远没有大规模传开。顾家8亩麦田，若全靠镰刀慢慢割，少说也得4、5日，人还不得累趴下。我可从未见过收麦子用如此长的刀片。若你无法使用，放心，不会找你退钱。3把150文，定钱30文，后日来取。没问题。又是你，顾举人，今日赵家受去，张家少爷张世平、赵家小姐赵雅儿即将结亲，你有何感想？这队伍可比你家送给赵家聘礼时豪华多了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顾家当时的条件，没给赵家送2只野鸡就不错了，哪里来的大宴？这家伙该不会又在玩尾行吧？你个痴汉，尾行我一个男人算什么事？婚约对象另嫁他人，你难道没丝毫触动？就赵雅儿那样的女人，要胸没胸，要脑子没脑子，就一还可以的皮囊，没什么可惜。至于赵家，我打心里看不上。顾举人好心性，可否相邀饮一杯茶？这样挺好。昨日看过顾举人的惊人手段，今日想问一问顾举人，若你来治理地方，如何为政，如何兴民？你是朝廷中人，还请举人回答。治理地方，这个地方2字太过宽泛，你也应知，各地地理不同，山川河流不同，土地产出、民风民俗不同。欲治地方，应因地制宜。以这藤县来论，藤县什么最多？水、山。藤县最多的是煤炭。煤炭，煤炭古称石炭、黑丹，早在汉代便已成规模使用。宋时更有西汴都数百万家禁养石炭，如今铸钱、打造兵器、冬日取暖，哪一样离得不开煤？若藤县可以采煤炭，借运河之力贩卖，不需10年，藤县可兴。当然，是以官府开采为主，还是以商人开采为主，以何种方式收利朝廷、法利百姓，都需从长计议。我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。寒窗苦读，你的抱负是？不如你先说。我平生抱负，当朝公皇、公遂、皇霸，皆是古代巡视典范。此人想做大明的公皇，倒是个有志气的。宁做我。在察举名录上，将顾正臣的名字加上吧。朝廷需要这种的人才。现在我有些担心他太刚硬，锋芒过盛，进入官场会被人打压。马山短衣多楚客，城中高妓半怀人。如今胡惟庸独掌中书省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成为中书右丞相。民间都说胡惟庸雄爽有大略，可其人阴刻险制，怕是容不得其他出挑之人。那是否将顾正章留上几年？他毕竟还年轻。皇帝虽出自怀幼，可淮西勋贵们遮不了天。胡惟庸能掌中书省，可他掌不了天下，玉不琢不成器。疾风知印草，顾正臣若连这一关都过不了，也担不起朝廷重任。献尊，朝廷谕令到了，回县衙。重犯律令宪纲，颁之诸司，尔等当日日警醒，不可有违。若有触犯，朕绝不轻饶。领旨。世有贤才，国之宝也。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，朕虽廷罢科举，然非廷罢人才。吏部当遍访天下人才，命各地抚州县备礼请才，遣送京师。朕将重用以图治治。陛下求贤若渴，臣等定竭尽全力督促地方察举人才。你老了就莫要贵奏，起来吧。事关君臣礼仪，臣不敢违。下去吧。儿臣参见父皇陛下。彪儿来的正好，你且看看这份奏表。父皇，儿臣想，科举取士乃是伦才大典，仓促停废，是否有伤天下读书种子之心，不利朝廷选才任能？你在质疑朕的决断？父皇，儿臣并非质疑，
只是科举取士自唐以来。彪儿，父皇何尝不知科举取士之力？然这天下事，不是有力就要去做，你还需看到其弊害。这是帝王棋局，非以一棋得失论输赢。你可曾想过，过去3年科举取士有多少北方士子，又有多少南方士子？没有吧？朕告诉你，近80%皆是南方士子。若满朝官员皆是南方士子，谁来为北方谋利发言？80%南方士子中，又有80%出自江浙、江西等大户、富户。朕停罢科举，一要阻断南方士子乱控朝廷，二要为北方士子争取时间，三是给他们一个态度。顾正臣对此一无所知，一个只想省力收麦的寒门举人，已经悄然进入了帝王的求贤棋局。哟，举人老爷要收麦子了啊！这是背了个垫子吗？王胡子，瞎说啥？举人老爷背的是簸箕，就是这个簸箕窟窿有点大。要不要比一场？谁后收完1亩地的麦子，晚上谁就管饭。举人老爷，那你晚上可要多准备些窝头。王叔我饭量大，管饱。你没干过农活，叔也不欺负你，让你先收3分地。你确定？哼，不是叔自夸，论收麦子，叔可是大岩村最快的男人。孩子就没割过麦子，你就是让他8分，他也快不过你。1亩麦田不过2石，300斤上下，这还算是好年景。祖先们就是守着这样的土地，拼命耕种，捧着微薄的收成，勒紧裤腰带，让民族延续，让文明薪火不灭。收麦子嘞！收麦子嘞！收麦子嘞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正臣啊，你是大岩村最快的男人，能不能借我家一把掠子？这个糟老头子咋说话的？我家麦子也熟透了，先借我10石，我家就在东头，我先来。完了，遇到强盗了！大岩村出了掠子，一日能收6亩地。这就是约子，较之镰刀，果是快了不少。镰刀1天下来最多2亩，可这掠子一日可收6亩。如此好器物，当推广用于民。那是县太爷和皇帝的事，你就不能为这藤县百姓做点事？若能早点拿出来，岂不是利民大事？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替大岩村做事可以，越过县衙管整个藤县，那叫僭越，是找抽。县尊，你看。县尊，这掠子应该送到金陵，让皇帝看看。顾举人，你意下如何？多谢县尊。老爷，他是县太爷。李善美，你个老狐狸！老爷，你个头啊！老爷，他拿走了咱家的掠子，没给钱。可他是县太爷啊！县太爷咋了？凭啥白拿咱家东西？可恶！县衙有杨梅，能顺手牵的那种。哥哥，你尝尝。李医师在告诉我，他已经将我举荐给朝廷，派遣3下士说顺利的话，我在藤县最多只剩3个月。地方官可以带坠子和仆人，却不能带父母兄弟姐妹。若我离开，母亲和青青怎么办？县尊，不好了，有命案！命案？何处？何时发生？府衙北面200步的水塘，何时发生尚不可知。有人在水塘游泳，发现了尸骨。尸骨？何人发现尸骨？县太爷，小民周二。这天气着实太热，我只是想洗个澡。做正事。我潜到水下，摸到一具尸体，尸体上面还有石头压着。
此人头骨有多处裂纹，应是先被钝器砸死，然后沉尸水塘。死亡时间已不好推测，可能已有数年。顾备。洪武元年，朝廷奥廷用兵北征，征召民力为大军运送粮饷。藤县有3000余人扶摇役北上，大军攻克大都后，300人留下听差，回来2400余人，另有200余人因故死去。若我没记错，这200余人中就有顾备的名字。顾备是大岩村顾正臣的父亲，死在北征路上的人怎么会活着回到藤县，又被人打死，沉在这里？将尸体带回衙门仔细勘查。另外，让主簿典史拿出当年徭役楚楚名册，我要亲自查看。是。县尊，若顾培的名字在死人名单上，那就说明有人故意添了个名字。能做这种手脚的人可不多，一定有人见过顾培，就在这附近。县尊，事情过去5、6年，调查不易。洪武元年时，藤县也不安稳，盗匪流窜者不少。哼，绝不可能是流窜各地的盗匪。盗匪杀人劫财不过顷刻之间事，又怎么可能将人沉入水塘，还专门找来石头压阵？杀顾会者，必是与顾培有仇怨之人。去把顾正臣请来吧，莫要惊扰顾氏。是。这船是谁家的？木船为王富贵家所有。兔子戴帽子，这是一个冤字啊！顾子在这里喊冤。 5年多过去，原本以为父亲死在了战场，可现在县衙的人找到我说找到你爹了，他又死了一次。死因查明了吗？头骨上共有4处裂伤，落点不同，力道都极重，不是摔伤，也不像一时失手，应是遭钝器连续击打而死。县尊在何处？中堂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顾家一个公道。 县尊可有何线索或方向？这就是线索。县衙的人，现在看来，至少县衙里的人参与过。父亲遇害却在洪武元年或洪武2年，此案与他无关。我想知道，你父亲顾家可曾与谁结怨？土骨裂纹多达4条，可见绝非一时失手误伤，倒像是泄愤仇杀。 顾家是外迁到藤县的，你想到了什么？王富贵。洪武元年3月，王富贵主张顾家10亩地为王家祖上所有，意欲收回，父亲不准，与其起了争执。不久，父亲被征去运输粮饷，王家曾多次上门讨要土地。 为母亲拒绝。如今想来，王家一直都是包藏祸心，杀人动机有了，剩下的就是找到王家杀害父亲的证据。将今日调查之事全都告诉他吧。尸骨是在县衙西南水塘中发现的，塘边墙壁上还有一幅兔子戴官帽的画。我知你心悲痛，但此时你需要冷静下来。若你为知县，下一步该如何做？ 能接触徭役死亡名册的，只有当年的典史主簿、经办书吏与负责归档之人。从笔迹看，对方善模仿。若不是他亲手杀了我父亲，就一定是收钱财办事吧。这些足够县尊找出是谁动了名册。我能找到他，但这不是铁据。兔子戴官帽，这是一个冤字。 就隐在水塘旁，很可能是有人看到了什么，找到他就能找到人证。这种画作暗讽官府，可列为妖书妖画，抓到就是死罪，谁敢承认？更何况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画的，想找到此人，怕是难于登天。我可以找到此人，不过需要县尊答应我一件事。何事？你是想擦去那幅画上的官帽？这倒能保作画之人不死。罢了，这件事并无几人知晓。
随你处理吧。若正是真凶果是王富贵，那王家是死他一个，还是死满门？兔子戴官帽，说当官的都是兔子。这要被老朱知道了，不把作画之人全家给屠了，怕是不会算完。一桩小事，不宜闹大。老爷，我们这是去哪里？大哥哥，买把折扇消消暑吧，不贵，5文钱，字画15文。可有兔子的字画或折扇？有。哥哥很喜欢兔子，想找人画几幅兔子，你可以告诉我应该去哪里找吗？城南文昌祠有个叫邓全的书生。邓全？这幅画是你所作吧？你是谁？顾正臣。啊，你就是顾北之子顾举人。你果然知道内情，还请先生告诸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也不知道什么内情。敢留话喊冤，却不敢直说。先生是畏惧县衙里的人，还是畏惧王家之人？你如何证明你就是顾正臣？证明我是我。这个家伙是不是后世某个刑、某个所、某个办事处飞过来的？这个足够证明了吧？县尊，这些财物都给县尊，只求县尊饶我一命，我什么都说。这是贪赃枉法之物，我岂能受？县尊是在逼我等去死吗？若你们安贫乐道，何来今日？哈哈哈哈！天下府市县有几个官员不贪的？你且看看朱皇帝定下的俸禄，你一个正七品，1年挣80担，1个月不到7担，折合银钱不过3贯。老子挥挥手就能有100贯，岂不乐哉？放了我们，我1年给100贯如何？你疯魔了吗？朱皇帝给不了你的，我给。放我们走，钱财都是你们的，这里没外人，不会有人知道。金县臣，掌他嘴！说吧，为何会在名册上有顾弼的名字？是王富贵给了我20贯钱，让我将顾弼的名字加上去，好让顾家人死心。传嫌犯王富贵。顾还原告。父亲顾备无端被害，陈尸水塘多年，还请县尊缉拿真凶，还顾家一个公道。还顾备骸骨。死者头骨共有4处裂痕，皆为钝器连续重击所致，凶手不是失手伤人，是有意将人打死。顾还生前可曾与人结怨？王家曾为10亩田地，多次逼迫家父。乃王富贵。草民见过县太爷。王富贵，你曾与顾柏发生田产纷争，可有此事？回县太爷，确有此事。不过官府后来另拨了田地，王家便再没找过顾家。去年顾举明中举，王家还拿出40贯资助他父亲赶考。王家与顾家关系颇好，逼人还债，竟也能说成资助，还真是人之见无敌。如此说来，你绝不会因为10亩田地加害顾弼。县道爷，王家可是良民，怎么可能会因10亩地而害？传人证邓全。你曾报官说亲眼见过顾片遇害。没错。既然当年看见，为何不告官府？当年藤县没有知县，况且衙门中有人参与此案，小民若是告官，必定身家不保。将你看到的从实说来。那是洪武元年10月的一天晚上。
我亲眼看见王富贵以石砸死顾佩，又命人搬石沉尸。黄典省当时也在场。黄林，邓全所言可属实？属实，我当年确实撞见王富贵杀人，也收了他的财物，命人将顾佩添入死亡名单。他们都是诬刺于我，凭什么说我杀了顾全？你想要证据是吗？我可以给你。你有何证据？还请县尊差人将水塘里的木船拖上塘来。准。顾举人，这算什么证据？这条船一直归王家使用，水塘中的尸骨也是从这条船上沉下去的。王家买水塘养鱼养鸭有什么错？养鱼恐怕遮不住水底腐烂的尸臭味，养鸭鹅才是真。顾举人，这只能算推测，不能成为证据。县尊，这船上满满的血迹，算不算证据？哪里有血？这缆绳几年没换了吧？若不是粗血，怕早就断了。不知道王老爷有没有注意到，这缆绳里到处都是褐黑色，可这是白棕麻绳，哪里来的褐黑？当时夜间清洗船上的血迹时，忘记连缆绳一起洗了吧？主座。确实是旧血，但年代久远，无法确定是人血还是牲畜之血。王家常在水塘边宰杀鸭鹅，兴许是鸭鹅血。何况木船无人看守，被外人用过，与王家何干？麻绳血迹虽不能单独定罪，却与邓全、黄林的口供完全违和，足以证明陈师所用的就是这一条船。两张嘴，一根破绳，也想定我的罪？你们做官的，不就是想吃大户捞好处吗？放肆！暂将王富贵押下去，传王家管家王志、仆人王二、王六，现在也带下去。顾颖被害陈尸水塘，你们可曾参与？草民不知，草民也不知，小人什么都没见过。哼！告诉他们大明律令：凡谋杀人、造诣者斩，从而加工者绞。没有出手杀人，只参与善后者杖100，留3000里。你们最好想清楚，自己是帮着王富贵杀了人，还是只搬了尸体。大人饶命，小人没有杀人，只是帮着搬了尸体。王六，休得胡言！小人也没杀人，是老爷和管家让我们搬的。大人饶命！杀人的石头还在水塘底下，顾必是老爷亲手杀的，我们只是奉命搬尸沉塘。来人，把王富贵带上堂。顾正臣，退后！你害我爹被判斩刑，我杀了你！你爹杀我父亲，伪造名册，侵占顾家田产，不是我害他，是他该死。我爹只是你斩，案卷还要送京师，皇帝还没够决。巨人这是往死里打呀！皇帝未勾决，你爹确实还死不了。可我父亲已经死了。住手！顾巨人，这可是县衙门前。是他先动手打的，造诣于百姓，都可为我作证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啊！顾巨人，不能再打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先动的手？王有成！他冲出来便打了顾举人一拳，鼻梁折损，落了1齿，伤势虽重，却无性命之忧。王富贵拟斩，王志等人杖100，留3000里。孙昂，据写文书，报府复核，发至京师。卑职遵命。王有成与顾正臣互殴，按律，顾正臣打人轻伤，致人折1齿，当杖100。念其后出手，且无端受伤，减2等刑。你可以走了。王有成互殴，打人轻伤，按律治40，就在这儿打吧。
天下人的生死都在老朱的笔下。郑晨，这是娘亲，父亲的骸骨找到了。夫君。这是制白糖的工艺，你们能做到哪一步，就看你们的本事了。顾举人，你没拿我开玩笑吧？倒入黄泥水就能制出白糖？顾举人说的事儿准错不了。今日无事，我们亲自做一次。我去生火，你去打黄泥水。凭啥我去打黄泥水？我去，你就不怕明年也看不到白糖？成了，当真成了！你们打算怎么卖白糖？送到各地铺子，等客人上门。正城的铺子就在府衙一条街外，大户人家不少。顾兄弟，生意的事儿你莫操心，我们是行家，这一次准能大赚一笔。那你们打算如何制造轰动效应？在3天内做到任城、济南城、鸠州等城人尽皆知，1个月内山东皆知，半年内大明皆知。半年之内大明皆知，这怎么可能？开铺子等人上门只是被动卖货，没有广告，不主动推销，也没有跨城铺送。半年内你能让白糖生意做到世人皆知？自然可以。当真？只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必须提醒你们一句：但凡涉及朝廷的事，绝不可大意。无论是田赋还是商税，都不能有丝毫短缺。朝廷现在于江南实行粮制时，未来必会普及开来，到时你们很可能是藤县的粮长。我的意见是，能不当粮长，千万不要当。为何？当粮长为朝廷办差不是挺好？我听说江南不少粮长能见到皇帝，这可是一辈子的荣耀。孙兄、梁兄，有些事我没办法说清楚，我只能说家里别留太多田，也不要成为粮长。这些话15年内不能忘。国法案一出，官员、粮长无数人都要掉脑袋。这些话烂在肚子里吧，不要对外人说。我记住了，15年内绝不敢忘。那白糖生意如何做到皆知巷闻？很简单，取一个让人听一次就记住，还愿意主动告诉别人的名字。陛下，今日回来的早了些时辰。你就不要一口一个陛下了，还是叫咱重八来的舒服。有何事让咱重八如此高兴？这事儿还真能给皇后说道说道。今日山东济宁府藤县差人送来了一件宝贝。这天底下最宝贵的是陛下的百姓。妹子，咱以前爹娘种地割麦子，可都是用镰刀，弯断了腰，一天也割不了2亩地，还被地主家数骂。可有了这个宝贝，咱的百姓就能站着把麦子给收了，一天能收割6亩之多。重八，当真？咱啥时候骗过妹子？那东西叫略子，据藤县知县奏报，是一个叫顾正臣的举人打造，还教导当地村民使用，夏收比往年快了许多。臣妾恭贺陛下，不仅得略子利于民，又得一人才，
可谓双喜之事。是啊，咱现在很缺人才啊，跟着咱打天下的兄弟治不了国，治得了国的读书人又多是救援官吏，一身恶习难改。咱现在就盼着多些人才，为朝廷所用啊。藤县有秀才，贫困无所依，孟得白糖法，孝顺母亲慈，吃得白糖去，种得举人归。吃白糖，种举人，举孝廉，提精神。老爷，那是，该不会是盗匪吧？不用紧张，你见过谁家盗匪会打灯笼走夜路的？上岸吧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是。唢呐，没听说大岩村有人成婚，莫不是严老人挂了？郑臣郑健，你咋还在这里？快回家，大事大喜事儿！快站好！还请顾举人接报帖。哥哥，快打开看看。捷报贵县举人顾正臣授官菊庸知县。恭喜郑姐！恭喜顾婶儿！郑杰成县太爷了！我们大岩村有关老爷了！菊荣，这不是老朱家的祖籍之地吗？若是自己没记错，那里距离南京不到100里。知县吗？怎么才是个知县？洪武6年察举的人才，不是有近一半都进了金陵，不是御史就是侍郎，有些还直接当了尚书、6部大员。怎么轮到自己，咋就只给了个7品知县？我哥哥做官了，喜事需要高兴。郑斌，谢过诸位，每人20文，劳烦诸位夜里走这一趟了。那你就没必要拿了吧？爹，你听见了吗？郑成做官了，咱们儿子做官了。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有2个心愿：一愿天下早太平，2愿你学有所成，取得功名。虽说你的路有些坎坷，但娘相信你能成为一个好官。父亲，朝廷授官孩儿居庸知县，这只是起点。我相信，不出10年，我将站在更高的位置。到时候，我将竭尽所能，让大明变得更好、更强大，让无数人可以安居乐业，再无战火之苦累。向你父亲保证，日后做一个清廉官员，忠君忠国，不贪不腐，不害百姓。孩儿保证。你要切记，贪腐要不得。娘就你一个儿子，可不敢出点闪失。娘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儿子绝不会拿不该拿的钱。洪武皇帝积贪如仇，儿子还没那么傻，一头撞上去。母亲知你有主见，只是在你离开之前，是不是先把婚事给办了？娘今日去找媒婆说和说和，你可有中意的姑娘家？哥哥走后，你可要照顾好母亲，不要胡闹，凡事多听母亲的话。亲亲不舍的哥哥。孙家会在京师设白堂作坊，事情办妥后会差人接你们过去。京师道去去不去京师，后面再说吧。为娘只希望你好自为官，对得起皇室恩泽，也要保重自己。自古忠孝两难全，然而还是想寻个2全法，只是希望母亲莫要过于挂牵，注意身体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顾城照顾好你家老爷。老太太放心。郑臣啊，我没什么可送你的，这些鸡蛋刚煮熟，还热乎着，你们带在路上吃。我不能要。乡亲们送行，可不是送顾知县出门，
而是送自家孩子出门。孩子要远行，送些鸡蛋，路上别饿着。收下吧！你让咱们在白塘大院里干活，1个月能赚个1贯钱呢。这些恩情咱都记着，你放心去吧。顾婶和青瓜段就交给我们，绝不会让他们受了委屈。那就多谢乡亲们了，收起鸡蛋，咱们走。好嘞。往年我离家还没如此不舍，可想到跟老爷出去闯荡，这些不舍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就不怕老爷我上了任便招惹麻烦？老爷回家也能过得舒坦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可若一直留在藤县，迟早会出大问题。自己要改变的是一个时代。大洪武就是个坑啊，自己偏偏又主动往坑里跳。县尊察举严苛，非人才不举。除你之外，还有一人也被一同封了官，你们应该认识。梁家俊，他被安排在国子学任博士助教。此次赴京，你们正好结伴同行。他叫孙18，元末当过红巾军，后来一直替孙家看院，现在他跟你了。那就多谢孙兄了。待这里处理妥当，我会亲自走一趟金陵，到时去居庸看你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若遇事不决，写封信问问郑琛，别看他不过弱冠，法子与手段比你懂得多。梁老放心，家俊兄是在国子学教太学生，不是在朝堂之上，定无大碍。穿过600多年的岁月，长江一如过去。那里就是狮子山，也叫石灰山。那里是龙湾吧？没错，那里就是龙湾。胡大山，金陵里做点买卖，你们出来金陵，我可顺路带路。陈友谅当年若直攻应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陈九四那背恩弃义之人，让他打到应天，也必败无疑。穆正山，这里不应该有一座江东墙吗？拆了，拆了，为何？修城啊，运专船昼夜往来，桥各种入口，朝廷便先拆了。洪武6年，新城刚成，又要加固，眼下3丈3尺，日后还会再加。那里是那个龙江造船厂，这里就是龙江造船厂，你知道？如雷贯耳。未来将大明与华夏人的航海事业推到古代王朝的巅峰，郑和下西洋。可现在，郑和还没有出生。两位大人，这金陵的热闹可是从这码头就开始了，再往前便是那14楼的地。胡大山，休得胡言乱语！青烟楼等地，岂是我等能踏足之地？有何不可？不如今夜在下就带2位老爷去快活一下。现在就有了14楼，开国不久便开始营造了。哼，说到底，就2个字儿：赚钱。如今我已有官身，这种地方可不敢进去。你不是来过京师，缘何连14楼都不知晓？上次来京，我冻得跟个孙子一样站在考场外，结果老朱停罢科举。除了贡院和附近的客栈，我对京师可谓一无所知。走吧，要看真正的金陵，还得进城。铁栏锁链，千斤闸，战事一落，整条水路便会被封死。这一片区域是城中百姓商乡最集中之地，红纸廊、杨氏桥、珠宝廊、打铁巷都在这里。日后想购置货物，可以来此处。胡兄的徽墨店铺设在何处？国子学南面，名为古月墨宅。日后但有所需，可来店里寻我，一定登门。自藤县一路南下，观览诸城，唯有这里称得上真正的繁华。去年来赶考，一日260文，概不还价。如今只要130文，看来特殊时期宰客的习惯，当真传承不断。
正臣，家父在京有几个故交，其中一位是国子树教，明日可愿与我一起拜访？是否合适？合适。父亲将你做忘年交，你与他也定能谈得来。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先去写拜帖。梁兄，这都要到门前了，总该说说拜访的是哪位吧？我们要拜会之人姓开定纪，字来学。开纪不可直呼其名。开叔与家父是多年故交，今年5月才调任国子助教。开纪，未来的刑部尚书，这个家伙有点危险。二位先坐，老爷这就下来。梁贤侄来了。梁衡之子梁家俊叨扰开叔。故交之后何来叨扰？10多年不见，你父亲可还好？劳开叔动问，家父安好。这位是家父的忘年交顾正臣，今年被察举为巨农知县。顾正臣见过开督教。梁老交友慎重，看品性能力，你能成为他的忘年交，应是大才之人。区一个知县，委屈你了。知县也好，主簿也罢，皆是为朝廷效力，为君分忧。雷霆雨露多是天恩，并无委屈一说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这话不错，快坐下。莫要嫌饭菜清简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奉命？洪武3年时，陛下微服私访，见一些官员穷奢极欲，花天酒地，骄纵之风横行，然百姓艰难，眉心年不饱腹。为整顿奢靡之气，便在当年马皇后寿宴之上摆了这4道菜。酒菜清又清，尝炒酒下定人心。开叔两袖清风，脸如雪，定能流芳千古。敬佩，敬佩。现在看这清正廉明，兴许他此时也确实如此。可再等个10年，他掌管刑部时，将会数着万两白银，做着瞒天过海的大事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与胡惟庸相交，却会在今年托病离京，直到胡惟庸被杀才再次出山。这个人不是看不清朝局，而是看得太清。到大众桥停一下，我上岸透透风。这里就是皇城。朱元璋在哪里？朱标在哪里？朱老四也在哪里？你是读书人？此人相貌，这是帝王之相。正是。你是读书人？正是。哼，这还是喝了酒的读书人。站在此处想些什么？想一道题。何题？一个无数帝王将相都无法破解的难题，一个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破解的难题。说出来听听，兴许咱把难题给解了。如何才能做到王朝不朽，国祚永延？王朝不朽，国祚永延，这确实是一道难题。自古以来，无有不朽王朝。汉家两朝不过400年，盛唐不到300，两宋300有余。至于乾元，不到100年国祚。想要让王朝不朽，国祚永延，当真难啊！你有法子？没有。那你立在此处想这问题，岂不是浪费精神？有这时间，不妨多读些朱圣人的书。书里有盛世不朽王道吗？圣人之言，自有王道。朱圣人辅佐的是南宋，曾为宋宁宗讲学。南宋国拓152年，说明他没有找到王朝不朽、国祚永延的答案。你这酸书生！朱圣人曾为宋宁宗讲学不虚，可宋宁宗过于忠厚，无雄才大略，又有权臣当道，如何能成大业？宋宁宗过于忠厚，无雄才大略，但我大明开国皇帝有雄才，有大略。身为大明子民，身为臣子，我难道不应该找出一条路来，辅佐皇帝，
打下大明不朽、国祚万年之基。说得好，读书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顾正臣。哦，那你认为这世上当真有王朝不朽之法？一定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一条路若真的存在，定是史书不曾见闻。一旦做起来，出格的事怕是不少。即使有心去做，怕也会违逆规制，招来祸端。没有闯荡的勇气，谁敢披荆斩棘，开出一条新的道路来？那就想清楚了。若你能找对路，皇帝未必不能准你出阁一次。前提是，你真的能找到王朝不朽、国祚永年的钥匙。相貌与史书记载相合，又有禁卫在侧，真的是他。传家，去宫院附近。妹子，如此晚了，陛下还来看皇后，可见情深。郭宁妃也在。陛下这是遇到喜事了，你看他绷不住了。晚朝之后，朕微服出宫，探访精卫军士老弱。朕想看看刺下的东部是否足数发到了他们手里。回宫途中，朕遇到一个有趣的读书人，皇后也知晓。臣妾也知，未曾谋面，已听其名。陛下所言就是那掠子举人顾正臣吧？掠子举人就是他，镰刀一日不过2亩，掠子却可收6亩。一日可收6亩，若早些推广，便少有麦子被风雨糟践了。夏收就是与天争时，朕已令北方府县冬日少征徭役，多造掠子。这顾举人来了金陵，又被陛下遇着，可见有几分缘分。陛下说他有去，去在何处？他立在桥旁沉思，朕上前询问，他竟说要找一条王朝不朽、国祚永延之路。王朝不朽，国祚永延。朕有天下，谋臣猛将无数，可就连刘伯温、李善长也从未敢想过王朝不朽。那陛下信他？一个年轻举人，有些才思罢了，想要让朕信他，只这2句话还远远不够。只是他点醒了朕，想要江山万代不朽，就得大着胆走新路。前朝不敢走的路，朕来走；前朝不敢杀的人，朕来杀。只要威胁江山万代，朕绝不留情。只是眼下还不到时候。兴许此人当真能辅佐陛下找一条不朽之路，不知陛下打算如何用此人？吏部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他去居庸当知县。能提出王朝不朽、国祚永延，已不是寻常之才。他若是连居庸都治不好，那王朝不朽、国祚永延，就是望他的以示宽容。皇后，陛下这是给他一个机会。调查清楚没有？陛下已经调查清楚。顾正臣随梁家俊入京，昨日拜访国子助教开济，宴席清简，遵旨4菜1汤，并无违制。顾正臣出现在大中桥纯属偶然，如今住在贡院旁的宝源客栈。没去吏部报答？没有。兴许是刚入京，距离中秋又近。你最近有些多舌啊！臣失言，请陛下降罪。让刘伯温来见朕。这条鱼怎么卖？举人老爷好眼力，刚从秦淮河。捷报快传，先打让路。陈三儿，陈三儿，醒醒！大夫，可有大夫？老爷，老爷，真是难为人，后世也就上过1堂急救课程，连实操的机会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救。住手！王大夫，快去医治。都督同志，他人已死。兴许还有救。你说他还没死，你有把握把他救活？再废话，他就真的要死了。都让开点！
你敢对都督同日不敬？给我活过来！给我活过来！人都死了，何必如此折腾？都督同志，此人如此折伤尸体，当真合适吗？捷报快传，贤杂让路！陈三，你感觉如何？只觉胸口有些疼痛，并无大碍。都督同志，捷报：巩城侯、临江侯大捷，斩首600余，生擒700余，获牛羊马1000余。好，你且下去休养。魏生，好好照顾陈三。是顾举人救了你。他是老人家，行动不便，这件事不要责怪他。在下穆英，敢问神医尊姓大名？是你？你认得我？未来的西平侯穆英，朱元璋唯一非血前且最器重的义子。听闻大名，下顾正真见过穆将军。我可不是什么神医，只是一寻常读书人。不是神医，又如何能令死人复活？人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，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死了。若是在昏死短时间内施救及时，我可能救回来。神医，我不是。那你如何解释？顾神医可愿入太医院？你要杀我？何解？我连什么是黄连都分不清楚，害太医院出点差错，那就是太平间了。穆将军若没事，就此告辞。可否留个住处？中秋节之前到宝源客栈，过了中秋节就去居荣县衙找我吧。居荣县衙？蒙受皇恩，受居荣知县。你这身体也太弱了，有机会我教你习武，强身健体，你教我救人医术，如何？你认为我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可以7日速成？我喜欢吃鱼。陛下，迁都中都绝不是上上之选，臣老矣，此言出自肺腑，绝无私心。你可知中都工程晋雍城墙宫殿已是完工？陛下是大明王朝的陛下，不是怀仙乡党的陛下。光宗耀祖在门楣，何必非要迁都至凤阳？刘基，老臣莽撞也是为大明万世之基考量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万世之基，为了王朝不朽，国祚永延。退下吧。老臣谢陛下。臣穆英呈边关捷报。好，很好。还有事？今日送捷报的义士陈三坠马，王大夫验过之后言其已死，可后来他又被人救活了，臣亲眼所见。哪位神医？太医院院士孙守贞。那人说他叫顾正臣，是一魏赴任的居云知县。顾正臣，果然又是此人。陛下知晓此人，详细说说。我喜欢吃鱼。王大夫如何说？难以置信，不敢言说。去，把义士陈三王大夫给朕找来，还有让孙守贞也来一趟。你当时确定陈三已死？回陛下，小人仔细查看过，陈三当时确实已无呼吸，亦无脉搏。你身体无碍？回陛下，小人只觉胸口微疼，并无不妥。
陈三只是胸口被大力按压，留下轻微作痛，将养5日，应无大碍。为何王大夫判他已死，而顾正臣却能把人救活？难道说，这世上当真有起死回生的神通？顾神医，穆将军，一早便请你过来，实在是因相见恨晚。确定不是怕我反悔，不教你这起死回生之术吧？军中有大勇敢死乐岸者，俱为一族，名曰茂将之士；有学于其政，常见仇功，皆舞其列者，俱为一族，名曰锐骑之士。你也懂兵法？不懂。我虽不懂兵法，但觉得强军之路，只靠这练士12族，这6毫远远不够。还请先生教导。我心中的强军，譬如弓弩，可以居在远处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。若弓弩不能担此重任，那就应该用火铳、火炮。火炮笨重，不利急行；火铳击杀缓慢，一击之后敌人已近，无力还击。火炮笨重，你就不知道造点小型火炮可以一个人扛着走的？火铳击杀慢，你就没想过弓一次可以射1支箭，也可以射3支箭，就像这样。住手！你就是顾正臣，你又是谁？我叫朱大郎，功能一箭3指。我靠！给他拿把5斗的弓，咱府上没5斗的大弓，要不把小少爷那把1斗小弓拿来。拿。我的弓。功能一箭30。顾神医这射箭的姿态还真是不同凡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火铳可以制造为3个孔，一次发射3个孔的铁石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若当真可行，火铳作战大有可为啊！疼！住手！今日我是奉父皇的命而来，我要泄露身份。你就是顾正臣，你又是谁？我叫朱大郎。大郎，这个叫法，怎么总感觉下一句该大喝药了？若将火铳制成3眼，既可3眼齐发，也可分3次击发。我看可行，以你文书奏报，着匠人打造测验。是，这是他的功劳。他也是一时兴奋，误伤了你。这样吧，我命人去请大夫看看，莫要怨恨于他。这个年纪，这个姓氏又叫大郎，不是朱标，怕是没人了。外柔内刚，他不是文弱，而是在护着自己人。无妨，看样子今日是没办法教导你习武了。你们不就是想学起死回生之术？我教，只不过有个什么条件？我要40贯钱。啥？在教之前，我需要先告诉你们，这并非起死回生之术，而是叫做心肺复苏，只适合用于突然呼吸、心跳骤停的抢救。心肺复苏，心脏主脉搏，肺部主呼吸。一旦人突然失去呼吸、失去脉搏，可用此法来抢救，时间越快，越有可能抢救回来。人失去呼吸脉搏之后，就如这余波一般，以正确位置、深度、频次持续按压，才有机会把人抢回来。为什么一定得我躺？你不躺下，谁躺下合适？要不穆都督同知，朱大郎躺下也行。我躺。若情况紧急，还可以辅助位置口渡气之法。何为以口渡气之法？就是嘴对嘴吹气。缘何就陈三时不见你以口渡气？他是个男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，若是个女子，便可以口渡气，这岂不是占人便宜，登徒子行径？救人要紧，谁还管得了那些？穆英，你再问我就不教了。还请先生详细教导，事关救人，不可大意。这些神奇之术从何而来？民间所得。你
你之前说的轻型火器，若变小，岂不是会牺牲射程和威力？变小变轻，在射程和威力上自然要弱一些。但是，弩有弩的好处，弓有弓的优势。在一些山林较多的地方，只要能用大角度抛射火石，就能毁伤敌寨，总好过用军士的命去填好吧？对极，对极！若你有心研制火器，想来他也是可以将你留在金陵的。朱大郎莫要害我，我要做的是辅政之臣，开万世之太平，怎么能做匠人去？辅政之臣，我倒是有些期待。他日堂官之中，当有你一席之位。只是莫要贪腐，小心刀子落下，一切皆休。我和罪恶不共戴天。这小子竟然敢打劫朕的儿子，朕还无话可说。这就是他的起死回生说。正是。张焕，去刑部提一些待决死囚，丢水中试试这法子。若当真能活，减他们罪行一等。这就是他的起死回生说。正是。张焕，去刑部提一些待决死囚，丢水中试试这法子。若当真能活，减他们罪行一等。无忌。陛下，10名死囚按顾举人之法当时施救，有8人活了过来，2人溺亡。刀、枪、剑、斧，你想学哪一门武艺？弓就算了吧，那把小弓被我儿子拿回去了，谁动就哭。10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为不平事？书剑飘香，方为男儿本色。我要学，就学这剑法。武荣，教他。看好了，剑之所指，身势随之，剑走轻盈，不风不架，不沾而进。练吧。你教完了？这还不算教完，完了。第一招是什么来着？我左腿还是右腿？剑指哪里？身体重心不稳。停！小心剑。要不，咱先换一把玩具剑先学着。这边，左脚别动，腰胯却完全反扭，又反了。张培，你来带会儿顾举人。总不能一套也学不会。据冲那里山多，万一冒出来个山贼恶霸。至少得会一套连招。太子在何处？回陛下，去了幕府。找沐英？他们兄弟2人倒是亲近。陛下，听闻太子去幕府是为了看顾举人习武。朕没记错的话，顾正臣只是一个读书人。兴许如此，才有可看的地方。哈哈哈哈哈！随朕换上便服，也去幕府看看。5天了，剑倒是会拿，可这脚怎么还是跟不上？效果没有。大郎兄，过来一起训练啊！喊我？是啊，你小子得锻炼锻炼身体。你叫我什么？啊，整日坐着读书，肩也寒着，气力也不足，你这身体确实该练。他就不需要了吧？需要。免了。顾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跑了，先生。哼，不是要锻炼吗？开始，咱也看看。大郎兄，身体是做事的本钱，书少读一本没关系，身体可得强壮。我可不想被你这种文弱之人说教。扩胸运动。我说大郎，能不能放开点儿？你又不是女人，也没胸肌，总含着胸算啥？行了，热身结束。可以了吧？现在我们开始正式锻炼。啥？愣着干嘛？跟着做。1个，2个，有始有终。这也太下作了。
这叫俯卧撑，可以锻炼人的上肢、腰部及腹部肌肉。咱看顾小子说的没错，锻炼吧。别急，还有这个，双手抱在脑后，腰腹发力，这叫仰卧起坐。顾正晨，你来。如何？此法确实锤炼了腰部力量。完整走一套，咱看看你到底是如何锻炼的。彪儿，这是一套断体术啊！父皇真想把这一套引入军中，你看顾正晨弱如鸡子。陛下，这套断体术虽是顾正晨裁设，臣观察数日，对强身健体确有裨益。只是有一处，臣一直想不明白，军士为何要趴在泥地上往前爬？冷兵器时代爬这么低，这不是给人踩吗？防备北元火铳。听闻元朝军中尚有一些火铳兵。这断体之术是你揣摩出来的？既然要增强体魄，就不能只练双臂，腿、腹、腰、胸都应该练。这又是什么？沙袋，负重跑步可以增强腿力，卸下之后行军自然更快。沙土，没错。在小教场中挑选出200军士，转训这类断体术，1个月后观其变化，若有效，则推至军营卫戍。是。中秋将至，可有安排？游子在外，何有中秋？咱看你与沐英大郎有缘，对火器、练兵、治国也有些见地，以后多走动走动。离京之前，不妨暂住府上，中秋时也可来我宫中坐坐。咱看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还有事，我也有军务，1个2个都跑。我肚子疼，张护卫，来继续教我用剑。这是你抢了我弟弟的弓和剑，你把我弟弟惹哭了，我要你道歉。这是你抢了我弟弟的弓和剑，你把我弟弟惹哭了，我要你道歉。我连你弟弟都没见过，下命令的是你爹，动手的是武荣和张培，你偏偏来找我，这叫是非不分。但事情因你而起，还挺聪明。既然聪明，那比一场，你若能精准测出那座阁楼有多高，我就给你弟弟道歉。这有何难？他在干嘛？测楼高，欺负穆家大少爷，你算头一个。我只是想告诉他，解决问题需要讲究方法，方法不对，事倍功半；方法对了，事半功倍。父亲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儿。说出你的法子，让我儿子心服口服。先量你的身高，再量你的影子。不是量阁楼吗？别急，你站在这里，太阳照下来，你和影子形成一个三角，阁楼也是一样。同一个时辰，同一个太阳，光照下来的方向一样，所以这2个三角的比例也是一样的。比如你高5尺，影子长3尺，阁楼的影子若长30尺，就是你的10倍。那阁楼自然也是你身高的10倍，50尺。所以根本不用爬上去量，这才是重点。方法不对，事倍功半；方法对了，事半功倍。世上万事万物，总有其规律可循，有其法可依。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没有找对的方法。还不给先生行礼？弟子受教。老爷，何事？陛下传口谕，上月俘虏的鞑靼将士2250余人，安置应天府6合、居云、江浦等5县，改其胡姓，归为顺民。这些地方就在京营附近，
若他们乱起来，朝发不需夕拾便能入金陵。陛下既然已经传旨，那便照办。等等，你刚才说居容是？大都督府不可能违背圣意，不过却可以调节下分配人数。你说，若是将1200余人安置在居崇的话，老爷，一旦这些人乱起来，他可能会死啊！太子入宫之前嘱托，要在黄昏下带人去幕府接一个名作顾正臣的举人来东宫赏月。苏秀，你可知此人是谁？为何本宫从未听闻过？奴婢也未听闻过。3年来，这是太子第一次嘱托务必请来之人，着人去一趟幕府吧。是。你说朱大郎是太子？你前几日着实大胆，若非太子大度不怪罪，你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那个中年人，该不会是？那是陛下。果然是老朱，朱标也早猜到了，可这震惊还得装啊。穆都督同志，此时吏部衙署还有人吗？你要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去吏部办理关平夫人居容当知县去。你竟然要逃跑？以我的身份来论，留在金陵才是逃兵，去句容这是前进，何来逃跑一说？不行，我得马上走。顾城，收拾行李。太子请你去东宫做客，陛下应允。你若不去，既违背了圣意，又忤逆了太子。别说跑居陵去，就是跑回藤县，也得抓你回来治罪。多少人巴不得与东宫扯上关系，成为太子的入幕之宾，你倒畏惧起来了。晚了，准备去赴中秋宴吧。记住，说话要小心，千万不要得罪太子宾客、太子玉德，更不能得罪太子、太子妃。合着这一趟进去，就没几个我得罪得起的。我去换衣裳。太子尚在宫中，需晚些时辰回来，留下话让顾先生随意，莫要拘束。是，有劳。顾正臣见过诸位先生。那人是谁？如此大胆！太子未至，竟敢先动月饼，无礼之人怎来的东宫？主人家都未至，他一个客人竟先动了吃食，如此不知礼数，成何体统？这应是乡野之人吧？你们也知道，朝廷察举人才不少出自山野之中，狂训惯了，只有如此可解释此人粗鄙行径。只是这种人不能留在东宫，陛下说了，教导太子当以德行为主。如此之人伴在太子身边，何来德行之教？是极。你是何人？在下顾正臣，敢问先生是？你连我都不识，如何来的东宫？你是何人？在下顾正臣，敢问先生是？你连我都不识，如何来的东宫？南时清，你身为东宫带刀舍人，竟如此疏忽怠慢，不顾太子安危，我定奏报陛下，严惩你等。于先生，此人是太子邀请而来的客人，并非我等怠慢。东宫太子宾客李希言，久仰久仰。原来是他，李希言，诸王的老师。秦王朱征听课不认真，这老先生敢拿戒尺直接敲脑门，连藩王都敢体罚得住，我还是老实吃月饼吧。太子到。中秋之夜，赏月为先，这些礼仪就免了。周宗，把陛下赐下的桂花酒拿出来，分与李先生与诸位。谢太子殿下。顾先生，何必藏在后面？来顾身边坐如何？朱大郎，你是真怕他们不恨我呀？
殿下，此人何德何能，可居殿下一侧？殿下，此人所言极是，我无德无能，怎可居殿下一侧？顾先生才华横溢，身负奇才，坐顾身边也好畅谈古今，莫要推辞。李先生，今日中秋是吟诗作赋，还是论说治国之道？然今日遇到顾先生，倒想讨教治国之道。殿下，微臣以为治国之道当为政以德，施政以德，收揽万民之心，万民顺服，尧舜盛世将至，德为大器，匡民心，夯社稷之基。为政以德是人君之本。顾先生以为如何？说的在理，在理。太子殿下，这瓜不错，你也尝尝。臣以为治国当德主刑辅，明德慎罚，明礼义以化之，其法正以治之，重刑罚以禁之。顾先生以为呢？是极，是极。君依于国，国依为民。克民以奉君，由割肉以充腹，富保而身弊，君富而国亡。治国一道，当时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此言重新上言。臣心上将，正心所言，这少商所贵啊！在理。臣心上言，一路主心上京。是极。臣是主心上言，都自谈国事，佩服。都成人也。是。顾先生想来有大才，不妨说说治国之道，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。顾先生，东西也吃了，桂花酒也喝了，是不是应该说说你心中的治国之道了？莫要忘记了你出的那道难题。为了王朝不朽，国祚永延。太子殿下，我并没有什么好的治国之道，连治国之道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坐在此处？我坐在这里的资格不是我拥有的，而是太子殿下给的。梁宾客似乎认为你能在此处，全靠你的能力与学识。你，太子既给了你位置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对得起太子的器重？我说了，我没什么好的治国之道，只是受太子邀请而来，又作于太子之佑。若不说个一二，你们质疑我的学问无所谓；若是质疑太子的眼光，倒是我的罪过。既如此，那我就说几句吧。你们诸位的治国之论，皆是字字珠玑，令人敬佩。只是我有点不同的看法。治国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国泰民安，是盛世宏图，还是基业永存？治国一道是宽，是严，是刑，是德，在我看来，并无太大关系。听听，这算什么说辞？胡说八道，不知所云。身为东宫宾客，太子玉德，连听完他人说话的心气、修养、耐性都没有了吗？都给我坐回去！继续说。决定王朝之兴衰、社稷之存亡的是德政吗？不是。是刑罚吗？也不是。无论宽松还是严苛，都非是决定王朝国族的关键。依我之见，大明的治国之道就2个字：吃饭。大明的治国之道就2个字：吃饭。吃饭？哈哈，可笑至极！敢问顾先生，谁让你吃不起饭了？吃饭就是治国，真是贻笑大方。吃饭，就是你的治国之道。没错。这就是我心中的治国之道，民为国基，古为民命。治国首要纲领，当以吃饭为大。须知天下万民所求不过是吃得起饭，吃得饱饭。若陛下能把天下人的饭碗填满了，把天下人的肚子填饱了，他就是超越尧舜的帝王。翻遍史书，诸位应看到，历朝历代之中，没有百姓参与的造反，成不了气候。而迫使百姓造反的根源，就是没饭吃。百姓不会在意君主采取的是宽仁还是严苛之策，他们在意的是能不能吃饱饭，能不能安稳过日子。只要让他们有饭吃，他们就认为皇帝是圣明的君主，是仁慈的君主。解决了吃饭问题，无论是国富民强，还是巍巍盛世、威名远播，不过是水涨船高，自然而来。诸位在此畅谈仁政德行，不如多花点心思想想，如何让百姓吃得起饭，如何让百姓不饿肚子。父皇，
当年若有饭吃，还会反吗？大明就是一群吃不起饭的人，带着赤贫百姓掀翻的元朝。老朽眼拙，还请顾先生见谅。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老朽今日才真正明白，这个本首先得活下去，得吃得上饭。帝王是宽仁还是严苛，官员关心；百姓真正关心的是锅里有没有饭。治国终究治的是您。二位先生，不敢当。李先生，孤请来的贵客还过得去吧？殿下慧眼识珠，此人有大才。既如此，明日东宫惊喜，不妨请顾先生讲上一堂。没空。顾先生，若是太子相邀，太子相邀也不行。明日我要去吏部办理官凭，办理之后去当我的知县，实在是没时间停留金陵。知县，居荣百姓困苦已久，你去当知县，能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吗？想要让当地百姓吃上饭、吃饱饭，就不能墨守成规，需因地制宜，以当地之长兴当地百业。只是我初入官场，担心破坏规矩，招来杀身之祸。办理官凭并非需当日离金陵赴任，你且等上2日，到时孤会差人送你一程。好。孤与顾先生说几句话，你在外候着。是。有些奇怪，虽与你只见了数面，却觉得与你说话比其他人更令顾舒坦。陛下、百官、宾客、御德，都对殿下寄予厚望，都希望殿下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君主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想来是这份沉重压得殿下疲惫。自孤还是吴王世子起，身边便没人不约束孤。如何做，如何走，如何行礼，如何说话，什么时辰起，什么时辰睡。在官员面前，孤得端着；在弟弟妹妹面前，孤还得做榜样。孤知道，这是太子该承受的。可有时候，孤也只是想像个挑担子的农夫，把担子放下来歇一会儿。孤说的这些话，你都记住了？适才赏月太过入迷，竟忘记听了，有罪，有罪。周宗，送顾先生回幕府。殿下，菊空距离金陵不远，去吧。赵巡，去接下吧。东宫的文书到了。陛下真神了。吃饭。这小子倒是大胆，敢提咱穷困时的事儿。没错，当年咱但凡有一口饭吃，也不至于造反。百姓不关心朝廷是宽仁还是严苛，倒也没说错。心肺复苏、断体术，现在又来个吃饭治国。哼，小子，你倒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昨日中秋夜，东宫设宴，畅谈治国之道。朕听闻有人说，治国之要当是吃饭二字，尔等如何看？陈宁，朕听闻有人说，治国之要当是吃饭二字，尔等如何看？陈宁，陈失礼，说。治国繁复，万千事端，岂能定在吃饭一事之上？臣以为以吃饭做治国纲要，实是粗鄙言论。哦，于庞，你领户部如何看？陛下，臣以为将吃饭作为治国纲要，想来并非吃饭二字，所言应是百姓皆能饱食，则万民安业，天下太平。此言论有可取之处。都有谁认为吃饭可作为治国纲领的？站出来让朕看看。臣认为此言无误。既然你们不认为吃饭是治国纲领，那就今日不要吃饭。朕要看看肚子问题解决不了，你们是如何治理政务的。退场。你认为顾正臣所言如何？父皇，儿臣以为治国纲要为吃饭二字。虽用词粗朴了些，却十分简单明了，切中要害。总揽天下诸事，万民苍生，唯吃饭最大。这顾正臣倒是个人才。父皇，
顾正臣年轻，锐意取信，若他胸中真有办法让巨孔百姓吃饱饭，儿臣以为可准他先奏禀，再行施策。这样吧，你转知顾正臣，若有事务，发奏报2份，1份至中书省，1份送东宫。父皇，别多想，朕只是怕他的奏章送去中书时，让胡右相给扣着不奏。既然你欣赏他，就给他一个东宫奏事的权利。若他只是夸夸其谈，也好给你个警训。儿臣谨记，总算踏进去一步了，不，一个脚趾头。东宫宾客欲得之中，到底是谁如此不开眼，竟提出吃饭是治国纲养，害我等今日无饭可吃？御史大夫，打探清楚了，提出吃饭是治国纲领的，不是宾客，也不是玉德，是个举人顾正臣，吏部受了巨荣知县，尚未赴任。一个举人，凭什么到东宫里去？听闻与都督同知穆英关系密切，现如今此人就住在幕府之中。一个朝廷举人，未赴任知县，竟与朝廷武将走得如此亲密，这其中必有猫腻。7品知县居勇，太近了，让他滚远一点吧。若不是教导穆春少爷耽误，顾先生昨日便能把关平办下来。不急，穆春聪慧善学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倒是劳烦谢管家亲自跑一趟，不敢说劳烦。这是京中妇人专做京债。京债啊，说白了就是高利贷。夫人没钱先借，到了地方靠俸禄慢慢还，偏偏老朱给的俸禄又低，还不起怎么办？地方上油水多着呢。顾先生，当官以后一开始还得办2件大事。哪2件？改个号，取个小。这也算大事儿？改号啊，大名人确实擅长这个。唐仪唐伯虎，六如居士，桃花庵主，鲁国唐生，桃禅仙力。号倒是可以慢慢想。至于取小，大的都没有。到了。你就是顾县令吧？在下主事孟人，见过孟主事。这是顾知县的夫人关平，到任须知，还请在此按押。按计礼程，除去在金陵之日，顾知县应在11月16日抵达任上。11月16日，正是。3个月？不对啊，金陵到巨龙才100来里，走慢些2日也到了。老朱一个工作狂，会让一个知县在路上晃3个月？这是。顾先生，我靠，我要下海了！而正臣于金陵顿守，来京途中顺利，并无烦忧，身体康健，无需挂带，不日将赴任。可惜而无权无势，巨荣知县被调包成了广东阳江知县，此去路途千里，不知此生能否有再见之日，也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才能到娘和青青手里？纸短情长，道不尽乡愁。进来吧。先生，这里有一道题，弟子不解。哪一道题？一个书生住店，听隔壁有商人分银，不知人数不知银，7两分之多4两，9两分之少半斤。问有几人，银几何？是侍郎李思迪授意臣办的。说什么？说顾正臣得罪了御史大夫陈宁。陈宁？好啊。一个连官都没上任的知县，竟然得罪了御史台的堂官。去司刑部的御史是谁？陈世举。传李思迪、陈宁、陈世举。听说一个叫顾正臣的知县得罪了陈御史大夫，你指使陈世举去司刑部，将顾正臣从群荣知县改成了阳江知县。朕说的可有错？陛下，臣不知有此事。不知？今日早朝，陛下说起吃饭是治国纲样，臣愚钝，一时没明白过来。待饥肠辘辘、腹中空空时，才幡然醒悟。朝堂上下应齐心协力，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。唯有如此，百姓才能勤于耕作，安于耕作。如此说来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断与臣无关。也不知情。臣毫不知情。
兴许是监察御史陈世举所为。陈听闻他专门去打探过是谁提出的吃饭是治国纲领，害他无饭可吃，或是出自私心愤怨，这才想法报复。如此说来，陈御史倒是厉害，能指挥得了吏部侍郎。李侍郎，你是吏部的官还是御史台的官？朕不记得吏部需要听差监察御。吴尚书、詹尚书，朕有下过这样的旨意吗？并无此旨意。李思迪，你有何话可说？陈世举之前明明说过，这是陈宁的意思，更是胡相的意思。如今陈宁却把一切推得干干净净，臣有罪。一个7品御史，一个3品侍郎，一个6品主事，你们倒是厉害啊！就因为朕让你们少吃了一顿饭，饿了肚子，就想要将提出吃饭是治国纲领的人给整到广东阳江喂鱼去。陈世举、李思迪，不让你们吃饭是朕下的旨，有没有记恨朕？想过让朕去黄愿寺吃斋念经啊？陈世举挟私报复，僭越行事，杖80发至广东阳江，充任典史。李思迪不守本分，擅改贴黄，以公报私，杖80发至广东阳江，充任知县。陈御史大夫，你以为如何？陛下英明。孟郎中知错行错，念你是受人指使，领40杖；许实领30杖，王常你就免了吧。至于这官评，你们领回去，好好揣测揣测该如何写。还有事？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还有你不当讲的事儿，说吧。陛下，臣听闻那顾正臣是一文官，却居于幕府之中，与穆都督同知极是亲密，似有攀附曲意奉承之嫌，还请陛下明裁。比他娘的！有人弹劾你，就不知道说句话？陛下，陈御史大夫所言极是，无需辩解。吾之子穆春确实有攀附顾正臣学问，曲意奉承之嫌。几次拿出礼物，想拜在顾正臣门下修习筹算学问，可都被顾正臣拒绝。陈御史大夫耳目聪明，对太子府、幕府中事知之甚多，不知可有何法子能让吾儿拜师？臣也是风闻奏事。够了！顾正臣住在幕府是朕安排的。你要弹劾顾正臣结党攀附权贵，那就写一本奏折，让朕看看你是如何弹劾他的。下去吧。顾正臣是没什么后台，没什么背景，可他认识朱元璋，还认识朱元璋的2个儿子啊！陈御史大夫，下次封文奏事的时候，至少要看看风向。顾举人，不，顾大人。王典史，这是想去幕府做客呀？您看那边。您看那边。见过顾大人。哟，孟郎中、徐主事，这是朝廷新出的礼仪吗？有礼有礼。顾知县，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还请宽恕我等先前不敬。官凭文书，孟郎中这是作甚？我昨日已办理好官凭，不日将前往广东阳江上任。顾大人，不敢。区7品知县，怎敢称大人？顾知县，我们知错了，陛下也降下惩罚。这，陛下惩罚你们，与我何干？让我接着官凭也可以。城中有些孤寡老弱，我愿拿出2个月的俸禄，行接济之事。我也一样。下官也出。陛下饶了你们，我没理由不饶你们，只是希望诸位谨记，手中权印是陛下给你们为朝廷干事的，非为个人谋私谋利。
谨受教。确定明日走吗？顾明日还有事，会派周宗送你一程。到巨荣之后，顾对你就一个要求。到巨荣之后，你要多给顾写文书。啊？山川河流、风土人情、刑狱两税都要给顾汇报。1个月送4篇文书不多吧？啥？如果你想采取非常之法，不能坏了规矩，但可以先请示，待顾与父皇议过之后，你再施策。路又不远，顾不介意你2天一请示，这样你更方便。这就走了？朱大郎，你是太子，不是知县啊！先生，先生此去是为了朝廷效力，以他的才能，用不了几年就会回到金陵。到时候你拜他为师，好好精研学问。在临走之前，先生留一句话给你，一切记在心上。先生请说，我定谨记于心。你想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人，应该野蛮自己的体魄，文明自己的精神。武能杀敌立功，文能治世一方，如此可成大器。野蛮体魄，文明精神，听着倒是新鲜。说真的，我很想将你调入军营。去军营？开什么玩笑！这是送行，也是告诉别人，我顾正臣是东宫的人。新官上任，直接进城是违法的，还得在城外住3天。本官乃新任知县。后世电视剧害死人呢。第一项不是土地钱粮，不是刑狱治官，是祭祀。感情当个知县，还得到处拜码头啊。吏部发文，新任知县已在途中。听说这知县只是一个弱冠的年轻人，还是一位举人。刘县城可是洪武4年进士。前任知县丁邀，这位置原该近水楼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还能有何意？自然是为刘县城打抱不平。你可是洪武4年的进士，他顾正臣，不同人不同命。有人认命，有人不认命，不知刘县臣是哪一种人？苦熬2年，前任知县没熬走，倒是老天开眼，先把他爹给熬走了。父丧丁运，守孝3年，知县的位置总算空了出来。按理说，也该轮到我了吧？朝廷既已授官，就照规矩营。命礼房洒扫设计坛，查看祭器，仪仗抄吏随售候着。通知县学交易、生员、耆老，准备迎接。县衙全体、县学全体及籍老百姓，恭迎顾知县到任居荣。恭迎顾知县到任居营。愿诸位同心，大治巨荣。顾知县，在下鸡同李生郭旭，时辰已到，还请随我等诣庙祭拜。还请郭李生到矣。行出敬礼，跪！众官民皆跪！叩头！当个官还真不容易。进礼成。开仪门。
县尊，还请入内。从现在起，这一县百姓与一切都要由我来治理。官虽微，职却重。请参见礼。参见县尊。诸位新老，起身。顾某不敏，填此重任，上赖诸位齐心，共竭力为之，以安黎庶。哎，好。县尊出来，我等以自身俸禄设一场家宴，为县尊接风，还望赏光。既然是家宴，自然还是要去的。有些东西很干净，看一眼就知道；可有些东西只靠眼睛是看不出来干净与否。老爷说的是县城他们。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？倒是你们两人，我需定下规矩。金陵的事一律不得对外讲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不得收受任何人的钱财物品，不得瞒着我与任何知县衙门的人有接触；其三，不得倚仗我为知县的身份为非作歹。是。其四，知县宅是私宅之地，任何人来都得通报，无论是谁都不得擅闯进来，更不可不经我点头引他人进到这里。这些规矩，一条都不得犯。是。县尊，县尊，这里有2壶酒，一壶清酒，一壶浊酒，不知县尊喜清酒还是浊酒？小子这就给大人满上。这清酒浊酒可有区别？正所谓金樽清酒斗10千，玉盘珍收值万钱。这清酒自是珍品，味道甘甜可口，回味无穷。至于那浊酒，有诗句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”，味道上恐怕有些苦涩。选的不是酒，是态度。清酒是好日子，浊酒是苦日子。清酒确实不错，那是自然。浊酒也还尚可。吃菜，我要愣着。倩儿，给县尊倒酒。县尊，倩儿给你满上。刘县城，这是县尊，此乃是我的义女，今年16。义女，你且下去吧。县尊上任没带家眷，为官做事难免疲惫，身旁若没个女子伺候，总是不便。倩儿知书达理，若能留在县尊身旁，也是她的福分。县尊若不嫌弃，倩儿愿侍奉左右。县尊若不嫌弃，倩儿愿侍奉左右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还真有一种美女落泪，我见犹怜的感觉。只是想想正在盯着巨容的朱大郎，还有老朱手里的锤刀，如何都不可能踏错一步。抱歉，我不喜欢萝莉。萝莉？何为萝莉？承蒙丰盛家宴，顾某感激。明日还有诸多事，几位也早早休息。看来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不好对付啊。有些窟窿账目上可以平，但有些窟窿可是拿铲子也填不平。人刚上任巨容，若不明不白离开了，岂不是引朝廷注意？左右不过是一个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总是会犯错。县衙上下皆是我们的人，他若是不知好歹，惹急眼，人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。皇上怎么收拾贪官，你们忘了？
当官不为钱，不图享乐，谁当这官？当官当的就是人上人。人上人。刚到居人第1日，就急着让我表立场，清酒、美人，软的不成，接下来恐怕就是硬的了。县城主簿典史已经爆成了一团，居荣的水比我想的深。顾城，今日还没有人敲鼓鸣冤吗？老爷，无一人鸣冤。1万多户，如此风平浪静，令人诧然。既然外面的人不来，就查查里面的人吧。跟老爷去一趟御房。这是碧汉吧？县尊，确实是碧昂。开门吧。怎么，本官让你开个御房还有难处了？莫不是还要请陈典真过来？不敢，不敢。县尊，再往前走就是女监了。女监里可有囚犯？有一妇人。在供报时，刑房不曾提到有女监，为何隐瞒？或许是遗忘了。县尊刚至聚云，周围还没熟悉，没必要急着过问刑狱之事吧？刑狱者死生所系，实为重视，事理欲平，不致冤矣，是朝廷所令。将门打开。打开门容易，可关上门就不容易了。有些门不打开最好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县尊来问话了。鬼！你们都是恶鬼！错了！快把他给我拉开！你掐错人了，我才是居荣新任知县。不是丰富伤人，这是他们给我的下马威。这种事可一不可二，你已经失去再动手的机会了。找来枷锁镣铐，给他戴上。你们都在外面候着。按律令，凡民谋杀知县者，以刑者杖100，流2千里，以伤者绞。我没有想谋杀你。你动了手。你也是个愚蠢的。别人让你动手，还真敢动手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？没有人不清楚对抗官府的下场。可受伤的不是知县。若我受了伤呢？你这是冤枉我。有没有冤枉，你心里清楚。一句话，你替我带出去。我知道居荣有手，想要遮天。你告诉他，居荣的天是我顾正臣顾知县，我在这里，天是青是蓝是黑，我说了算。你记住了，我给你3日，3日之后我会提审你。如果你有话想说，我给你做主；如果你无话可说，那就多想想，是谁让你赌上命来做这件事的吧。关上门不难吧？他犯了什么罪？掘坟。为何？她2年前死了丈夫，半年前儿子也失踪了。把所有囚犯的卷宗毫无遗漏的送来，没问题吧？孙婆娘这一份礼物够她吓破胆了吧？她掐错人了。怎么回事？丈夫托梦说埋错了地方。只要给我丈夫换个坟，我儿子就能回来了。
可孙娘却掘错了坟，挖了贺庄郭良爷爷的坟。这种坟，他会认错。孙娘住治水，郭良住贺庄，两地隔河10公里。郭良爷爷的坟就在贺庄，那孙娘为什么会跑到10多里外，隔着一条河去挖自己丈夫的坟？半年前，儿子失踪，一个大活人没了，没人报案，没人查，也没人问。这不是一桩掘坟案，这是案中案。县尊，朝廷发来文书。什么？1236个鞑靼俘虏，还安置在居庸。老朱，你怎么想的？100来里路，当天就能杀到金陵城外。我还没站稳，就先给我塞这么大个雷。多看看。朝廷只给了我们1个月的准备时间，1个月后，俘虏就会送来。如何安置？安置在何处？分田在何处？在哪里营造居舍？时间紧迫，现在就商定下来。1200余人，即便3人1房，也要400间。莫要说难处，朝廷交代了，咱们就必须接下。李贺，往日里朝廷类似之事如何应对？征百姓服利狱，营造居所。据量征役，先行准备，争取20日内完工。20日，县尊，这工期再晚，秋收就要耽误了。先拟文书。是。赵主簿，1000多人不要聚在一处，聚容城郊4面分开，各400人上下，挑可垦荒之地，入籍分田，按朝廷垦荒之策，3年免税。县尊英明。英明就免了，依据朝廷政策，需给耕牛、农具。现在朝廷只说安置之策，却没给耕牛。你拟一份文书，找应天府尹讨要。啊！连文书都不会写了？县尊，凤阳移民为了凑耕牛，连牛仔都算进去了。咱们问应天府要，怕是……莫要多说，文书你写，落我之名。是。给最好，不给，我才好名正言顺动县库。俘虏刚来，荒地没开，粮食不能断。你统算口粮，与户房对接，从储粮中拨。下官领命。他们是鞑靼俘虏，如今归顺了朝廷，也算是大明子民。话虽如此，但该有的防费不可没有。待俘虏抵达居庸之后，你需带人加强巡视，以保治安。巡视时需要有鞑靼人加入。为何要有鞑靼人？总不能说巡视与防备的就是他们吧？如此不信任自己人，他们如何归心？当然，巡视更多的是安抚居庸民心，避免百姓慌乱。都去办吧。1600，400人一个方向，各造100间，20日完工。1600已经算少了，不用砖瓦，不筑泥墙，能遮风，能挡雨，结实牢固即可。时间太紧，只能拿人力来补。按此标准来征调徭役。800，县尊使不得，800人绝不可能20日造完400间屋。我要轻壮，便是1个月也。逐各里甲配合，后日。本官要看到800人来县衙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好。是。刘县城，1600，他砍了一半。年轻有魄力，可不懂营造，更不懂徭役。百姓来服役，谁肯下死力？不盯着，不催着，半年都未必干得成。这可是朝廷盯着的差事，真出了差池，咱们也跑不了。他是知县。按他说的办，办砸了，责任也是他的。1236人，抛开鞑靼2个字，这就是1236口人。有人，才有田；有田，才有粮，有税。这么一想，好像还少了点儿。先把眼前这批弄明白吧。送金陵察言司，越快越好。县尊，给朝廷送文书，一式一本，这些事本官知道，你只管送。
一早便发什么愣？王司令，该放哪里便放哪里。这一份没有地方放。四方张奏接入察言司，何来无处可放？给太子的是地方知县用奏本走驿传给东宫第私人文书，他不要命了。顾正臣违制帝文东宫，此事还请胡相常报陛下。顾正臣是个神志不清、做事鲁莽之人，若不是，那他为什么敢写？我去见陛下。徐达请迁万户百姓至大同周边垦荒。陛下，胡右相求见。选。陛下，臣弹劾居宁知县顾正臣使奏本，用驿使传私人文书。顾正臣，心性还是不够啊！遇事要平和，不可喜形于色。儿臣知错。告诉察言司，日后顾正臣所发文书，标明给东宫的，一律送东宫，无需再转中书省。陛下，居庸乃朕之祖弟，不容有失。太子念及居庸父老，敦促顾正臣为民做主，让其奏知居庸诸事，并无不妥。可还有事？臣无事。想来是关于俘虏安置一事，念来给朕听听。若他有一句抱怨、求治之词，此人断不可常用。彪儿，你怎么看？父皇，他抱怨鞑靼俘虏安置的数量太少了。哼，朕就知道如此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太少。好一个顾正臣，别人恨不得一个鞑靼人都别来，他倒嫌朝廷给少了。顾正臣反其道而行之，儿臣一时猜不出他有何倚仗。鞑靼军民既已归顺，便该入户籍为大明子民。只凭这一点，他比那些畏之如虎的知县强。父皇，他既不动县库，又想少劳百姓，不妨让他试一次。你还真是信他？儿臣只是想看看，他既敢反其道而行之，到底能做到哪一步？好，既然你都为他说情了，朕就给他一次机会。他不是嫌俘虏少吗？将发往六合、江浦等地的俘虏公文收回来，2000多俘虏全送居龙。若安置不当，出了事，朕不介意派人去一趟居龙。事情有变化，2200余俘虏，之前不是1236人，2256，安置人数直接翻近1倍。县尊，800民力绝对不够，至少征2000人。2000人，聚荣1万多户，2000青壮被抽出来，意味着近2成门户没了顶梁柱。眼下是什么时候？秋收，稻子熟在田里。男人全来给朝廷修房，谁收粮？妇人、老人，还是孩子？县尊，耽误秋收也不过苦一些百姓，可俘虏安置出了乱子，苦的是县尊，是县衙上下。百姓收成少几斗，朝廷不会问。可2000多鞑靼俘虏若出了问题，兵部、户部、大都督府、应牌府全都会盯着居荣。为官之人，做朝廷看得见的政绩才叫政绩。县尊心疼百姓，吝惜民力，没人看得到，也没人在乎。没有人在乎，我在乎。800人，20日，安置2256人，征调民力不改，时间不改，不可能完成。完不成，顾某辞官。准备从东仓里挑拨粮食吧。往年徭役时到民夫手中，一人一月多少米，本官不管不问。但这一次，一人一月6斗米，足额给。麻烦你们传话下去，别到时候断了手，残了腿。怪本官没提醒。娘批的，新来的知县太不是东西，眼看秋收了还征徭役，走一个扒皮的，又来一个破家的。呸！哪只乌鸦不是黑的？当官的何曾给咱省过一点力？走吧，省着点吃，饿不死就成。梁斌，在。每人月6斗粮和每日每人3斤，今日发2次粮，日期发1次，日落发次日粮，可有问题？没问题。
木匠往这边，会锯木的另列一队。这里面是何物？米。既是来服徭役，为何要自带米？不自带米来，难不成饿死在这里？县太爷，咱们是来做工的，安排好活计就是，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休得放肆！往年居戎征徭役，1个月发多少粮？你来说。回县尊，往年都是月发3斗米。你拿到多少？1斗不到，若不是自家粮食皆用，准饿死。6斗，到他们手里1斗不到。你们看清楚了，我就是居戎知县，我征用你们服徭役，出死力，不需要任何人自带粮食。啊，这1日3斤米，干1日，领1日。但缺1两，来这里敲鸣冤鼓，看看我能不能为你们做主。你干嘛？有蚊子。县太爷，1日3斤米可当真？出来。还有谁质疑本官？你出来。你们2人叫什么名字？吴大成、马丽。从现在起至完工日，他们2人负责协助护防发米。1日3斤米不够数，你们找他们2人，他们找本官。梁斌，放米，领命。只要我顾正臣在居云1日，凡征徭役，月给6斗米，绝不会少你们半两。但若是谁领了米不出死力，耽误了朝廷大事，那本官只能被朝廷撤职查办，离开居戎。青天大老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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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县太爷厚道，弟兄们也不能丢人，早点干完，早点回去收粮。念给大家听：鞑靼俘虏已成顺民，当妥善安置，与民无二。现有2256人将入居戎户籍。2256？里长不是说1236吗？这多了1000多人，那还收什么秋粮？为不误农事，县尊谋定营建方略如下：安置2256人，营建茅草屋376间。376间？县太爷，6个人1间，这怎么住？茅屋不大，3张床已是局粗。若3人一屋，2间256人，至少该造752间。你读过书？啊，家父教过私塾，我跟着识过几年字，只是没考出生意。本官也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少时逃过荒，挨过饿，我知道庄稼人怕什么。你们怕的不是干活，你们怕的是活没做完，地里的稻子先烂了。夏收、秋收，不只是你们一家一户的事，也是国家的大事。所以本官今日把话放在这里，这次秋收，谁都别想耽误。376间，20日完工，干完了，麻溜回家收稻谷。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总不能让家里的老人、女人替你们下田吧？另外，本官给你们立一条规矩：20日后验收，按期完工，赏200贯。县太爷，我们干！20天，保证给你干完。还没完。县衙不派监工，木匠怎么用，锯匠怎么分，谁搭架，谁结绳，谁出力，你们自己商量。每提前1日完工，再加50贯。50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选工头！假借陛下之名，传到金陵是要掉脑袋的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总不会自己飞到金陵去吧？可这些钱，谁告诉你是县库的钱？那还能是县库的钱？那这是给他们打鸡血。啥？鸡血是什么？钱又是哪儿来的？县太爷，
这是什么？像是2层架子，底下倒像张榻，上面又是做什么的？都是睡人的，这叫双层床。一张睡2人，一间屋放3张。6个人。376间，正好2256人。看懂了？懂了，那就开工。那一座塔就是崇明寺吧？正是，县尊。眼下最紧要的是俘虏安置，这个时候入寺拜佛，若日后出了乱子，恐怕会有人借此攻点。你怕这会成为我的污点？到巨荣这么久，你倒是第一个为本官考虑的。县衙上下皆关怀县尊，真关怀还是虚情假意，我分得清。你在县衙4年多了，4年又8个月。你想做官，只有吏员考满这条路。你的考满由本官来写，不是刘宪编，也不是赵主簿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周茂定为县尊马首是瞻，还望县尊提携。去，把住持请来。佛不渡人，不渡鬼，不渡魔，能改变现实的只有人。阿弥陀佛，不知县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住持如何称呼？志在。好法号。县尊是来礼佛，谈香火。住持应该知道，朝廷要往居宫安置一批鞑靼俘虏。听说了。800民夫，400间房，20日。今年秋收偏晚，可再晚也就在9月20日前后。若修房拖过秋收，庄稼烂在田里，百姓1年就白忙了。此事与承明寺有何干系？没钱，20日做不到。县衙无钱？有。那为何不用？辽邑本就无工钱，县库若开了这个头，下一次无钱，谁还肯出力？所以县衙不能出。所以县尊来找贫僧？没错。县尊若缺钱，可找居公士绅大户，这里是佛寺。树靠根活，若巨荣是这棵树，百姓就是根。崇明寺不过其中一根细枝，既是细枝，更无力相助。若愿意出钱，细枝也可以变成粗枝。不必，1000贯，1文都不能少，这是我的条件。县尊，这里是僧寺，洪武元年，陛下曾来过此处。你如果做不了决定，可以去金陵的天地寺找住持宗乐问问，说不得他会扒着我收下这笔钱。话我搁在这里，你们只有5日时间，5日之后钱不送不来，这里写的是，你们就休想知道。县尊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那个条件，是真是假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赌上一把。大红，去天界寺，这封信一定亲手交给宗烈住持。师父千万叮嘱，务必亲手送到住持手中。好一个空！此信何人所书？居荣新任知县顾正臣。知县？别管知县不知县，心性当自然。啥？心性当自然。啥？释迦牟尼佛舍利子。心性要自然。都啥时候了还自然？佛骨舍利子啊！顾正臣是吧？此人着实大胆，竟然敢用佛骨舍利的情报卖钱。你说这会不会是真的？如意长老，你可愿去居荣崇明寺讲法？正有讲法之心，只是前往居荣，是否多带些添油之物？还请小僧带路。县尊稍后。阿弥陀佛，顾县尊好是年轻。想来这位就是如意长老，听闻佛珠有安神之效，不知是否为真？佛珠自有佛性，主心宁气和。来到居民之后，本官可是1日都没睡安稳过。若能有一串佛珠安神，
这佛珠跟我20年，今日总算是遇到了有缘之人。有缘无缘不要紧，值钱就行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请如意长老单独给我讲法吧。正有此意。收到顾宪炳书信，想要用释迦牟尼佛舍利子消息换1000贯钱，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？消息是真是假，需要佛门挖出来之后甄别。挖出来？你总不会以为在我手上吧？若为真，天界寺愿出5000贯酬谢。你们愿意多给，我自不会拒绝。只是先期的1000贯需要先给。没问题，只要所言为真，佛门不会再来打扰宪尊。北宫山，甘露寺地宫。果然，路又不远，找人挖挖不就知道。老爷，佛骨若真让他们挖出来，岂不是更助佛门声势？你知不知道有个词叫捧杀？你只要知道，佛门的命运可不取决于几颗石头，主宰他们命运的是洪武皇帝。好使嘞，起！老郭，差不多得了，别把自个儿累趴下。头一回啊，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干徭役干得这么舒坦。可不是，洪武4年东里修河，那监工拿着鞭子就在后头盯着，慢一步就是一鞭。监工越在旁边看着，咱越是烦躁，不愿干。可如今没了监工，咱这浑身都是力气，干到晚上都不想收工。我看成。谢太爷，都这个时辰了，还不收工？你们晚上就睡这儿，住的地方都没搭。哪用费那个劲儿，往地上一躺就成。秋里又不冷。对我们皮实。秋里的露水重，打身上容易落下病根。明日起，几个茅草屋先安排人住进去，不能长期如此。县太爷莫要担忧我们，活我们接下了，说啥都会做好。成，你们如何安排是你们的事，本官不问过程，只要结果。这双人床，按照县太爷给的标尺，先行拼了3张双人床，找人试过，结实牢固。不错的手艺啊，就按这个标准造吧。你是男人不是女人，捏你个什么劲儿？有话就说。县太爷，我就说了，等干完这里的活计之后，我们能不能造一点双层床？不瞒县太爷，家里人若有这双层床，家里那2个孩子就不用整日闹腾了。还有谁有这种想法？我。这有什么不成的？等这里的活干完，自家想造便找木匠照着造。往后真有难处，去县衙找人，别自个儿憋着。再干半个时辰，露水重，别干得太晚。古知县是个好官啊。提孙娘。草民孙娘叩见县太爷。孙娘，你且告诉本官，你丈夫孙一口的坟在何处？回县太爷，在鹤庄。你是治水人士，孙一口去世，缘何会埋在鹤庄？丈夫死在乱石堆之下，无法挖出，只能以石为坟。死于乱石堆之下，如此说来，你并没有见到孙一口的尸体。虽未见丈夫尸体，但我见到了丈夫残破的血衣，还有好几个人亲眼看见丈夫深埋在石头下面，我不得不信。那几个亲眼看见的人里，有没有郭杰？有郭杰。再说你儿子孙二口半年前失踪，是不是？是。可刑房卷宗里没有你儿子失踪的报案，是你没有报官，还是你报了，县衙没有受理？孙娘，你报过官还是没报过官，自己没谱吗？草民不曾报官。当真？当真。那好，既然以前没报，那你现在就报。孙二口什么时候失踪，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失踪的，可留下什么线索？县尊，今日堂审的是孙娘掘坟一案，孙二口失踪另属一案，若要受理，无状不受。孙娘这掘坟案本就疑点重重，丈夫无尸，儿子失踪，如今又牵出县衙无报案劝宗，这不是暗中有暗是什么？既然差的只是一纸状书，若县城认为这样还不够，那就由本官替他写一份状纸如何？
孙娘，说吧。你不说，没人能找回你儿子。说出来，至少还有一线希望。哥哥，你制的白糖传进了皇宫，马皇后喜欢的紧，陛下要封你做大官。什么官？日更官，专管给观众老爷更新。屏幕前的诸位观众老爷，实不相瞒，制作剧集酸力不菲，在下也得掐口饭。往后在下会用睡觉的时间加更剧集，多做的内容都放在左下角的超前点播，还望屏幕前的义父们多多支持。这里依旧保证每日一更，哥哥熬夜多做的剧集都会放到左下角，还请义父们多多支持哥哥。感谢义父们厚爱，感谢义父们支持。日更官还不起床？奉旨日更。